各位回到 Star C So Channel 的朋友们，大家好！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频道的支持和喜爱，大家最近都过得怎么样呢？那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看一个快问快答的主题啊。我们会看一下心目当中所想这个对象，他会如何想起我？我们会看一下这个人他会怎么样想起我们呢？那他对我们真正的想法和感受是如何的，以及未来会产生什么样的行动？那宇宙给这段关系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在我们的快问快答单元当中啊，有可能隔一段时间就会做出一个这样的主题，帮助大家来连接一下心目当中所想的对象。那不管大家目前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状态，有联络与否，或者说目前这个感情关系有进展与否，只要心中有这样的一个人，我们都可以看一下他心目当中的感受，以及去连接一下他的能量，看一下未来的发展，以及宇宙给我们的建议和指引，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这一则影片的朋友们。好，那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开始选牌之前的冥想环节。我们呢会跟着声音的方式来帮助大家做一个简短的净化，也帮助大家来连接我们自己，进行一个更加清晰的选牌。那大家可以选择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或者是闭上双眼，在安全的状况之下，然后我们一起来连接一下我们自己，也聆听一下宇宙的声音，来清除一下我们周围嘈杂的负能量。好，大家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这个声音。大家放松，一起开始深呼吸，调整你们的姿势和状态，在一个最舒服、最轻松的能量状态之下，感受一下这短暂的几秒钟之间，宇宙和我们深刻的连结。随着这一个声音，我们的三眼轮和头顶轮正在被打开。大家有可能会感觉到不同的光的颜色出现在眼前，或明亮的，或跳跃的，或色彩斑斓的。这是你们跟宇宙的连接，这是你们的 aura， 这是你们的灵魂家族给你们的讯号。再进一步的放松一点，让我们把一切交给宇宙。好，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好，经过一个简短的冥想和放松的环节，那大家有可能会感受到身上轻松一点，或者说轻盈一点。
那希望大家在不管什么样的生活压力之下，或者说目前面临什么样的环境啊，可以通过这短暂的几分钟时间，让我们获得心灵的一片纯净和一片简单的放松。希望把大家灵魂家族的声音带给大家，感恩大家，也感恩宇宙。好，下面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选牌。那大家有可能已经对目前的3个选项有一些感觉，或者说有一些连接感了。大家可以凭借第一直觉啊，就直接进行选择。我面前从左到右13副组牌，是3张抽好的神谕卡，想着你心目当中这个对象做出选择。那我们下方呢有3颗不同的天然石当成参照物，大家也可以跟着天然石的形状或位置来进行选择。那我们最左边第一副组牌，参照天然石是沙漠玫瑰石。好，这是最左边的第一个选项。好，我们中间的一副组牌，参照天然石是 OK， 红色天然石。代表我们海底轮的颜色。好，我们最右边第3副左牌，参照天然石是黄色方解石 ，OK， 是黄色的天然石啊，代表我们太阳轮的颜色。好，如果心目当中有多个对象，也可以来选择多组，进行一下能量的对应，或者说如果大家自然而然就会对2副组牌比较感兴趣，或者说比较好奇的话，那应该这当中有你需要的讯息，因为这是一个大众占卜，有可能大家的能量分散在不同的卡牌当中。好，选好的朋友们，就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抽牌和读牌吧。好，选到第一副组牌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啦。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的主题呢，是比较感性的一期，看一下啊，心目当中所想这个对象，他会如何想起我？我们会看一下这个人想到我们时候的想法、感受，或者是情境，以及连带出来对方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行动。我们也会来看一下宇宙给这段关系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一则影片的朋友。好，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抽到的指引牌是什么。第一副组牌的朋友们啊，你们选择了这个沙漠玫瑰石 ，OK？ 大家看到的这个第一张卡牌里边的能量是第31张 ，OK？Unleash your creativity， 很奇妙啊。第一副组牌朋友，我们今天抽到的牌里边有2张 creativity， 创造力、创造性。你们有可能是星盘当中有风象能量的人，有水瓶、双子、天平等等啊，看得出来你们其实整个人显得很有灵气，然后非常的智慧。你们有可能有很多新奇的奇思妙想、新奇的 idea， 然后会有可能在工作当中，有可能在生活里边，你们也是一个极富创造力和会去创新，会去把生活装点出很多新鲜样貌的人，所以你在人群当中是很独特的。我觉得这个人他想起了看到你的时候，总觉得啊，你跟其他人是不同的，而且你有可能有你自己的绝对领域，然后你会很专注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你有可能已经有了你目前的事业或学业当中的目标，或者说你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有某方面天赋的人呢。有的朋友有可能你们是服装、艺术，然后你们有可能是绘画、写作，然后你们有可能是在某个领域，甚至比如说建筑啊，或者说化学呀、物理等等，就总之对你们来讲啊，看出来你们的创造性，每个朋友体现在不同的领域当中，但在这个人的眼里边，他第一眼就能感觉到你的特别。对，你是很特别，你好像来自于未来的。而这张牌里边后边有2个时钟，或者说有2个计时器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人他会觉得你好像不太属于这个时间和空间层，所以他在你身上要不然就会看到很古老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你的气质啊，你整个人所显现出来的展现出来的某一面，还有就是你有可能生活在未来那种感觉也会凸显，所以他总会觉得在你身上看到的不像是当下他周围的那些其他的异性或同性身上所释放出来的东西。当你认真做事的时候，你是
就是最有魅力的，而且他会觉得其实你的眼中并不拥有的只是感情，很多时候他这个人觉得你会朝着你自己的目标去走啊，而且不会非常洒脱，然后不会轻易的为感情所动摇或回头。我看得出来这张牌里边有很多人，你曾经拒绝过他，或者说你们两个人现在处在一个偏向于平行线的状态，一些人有可能这个人跟你一起共事，这个人是极其欣赏你的，而且他的心目当中会把你放在一个想要去追寻，或者说会放在一个，哎，这个人是我的知己，他很懂得我，或者说我想要去懂得他，我想去追随他那种状况。那要看你们两个的频率和能量，但是我觉得第一副组牌朋友，你们的频率其实是挺高的，特别是当你们 focus 在自己的身上，而不是只是情爱爱，不只是感情这件事情啊。我觉得你们的魅力其实是，经久不衰的，或者说在很多人眼中，他们知道你的优势和优点以及魅力在哪里。还有一些人，我觉得你们有自己的绝对领域啊，有可能你们的就是说内心里边一般都会跟自己的原生家庭啊、周围的人有一些距离感，因为你自己有可能非常理解，然后在人的关系当中或情感层面当中，你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你有可能不想受伤害，所以很多时候你希望的是一切能够按照你的掌握来。还有就是，如果你掌握不了一件事情，你有可能就会就是甩开头，大胆的去追求自己人生当中更加精彩的新篇章。所以这个人会觉得你不是很好追，或者说不是很容易揣测了你内心中真正的想法。这是我看到他的能量啊。好，我们今天抽了蛮多的牌，那我们先抽一下，我们先看一下这张牌吧，然后我们再去抽今天的塔罗牌，好吧？OK，这张牌也是指引牌之一啊。我们今天抽到第38张，这个法语step by step，一步一步啊，一步之子啊，用日语的话来讲，因为它的翻译是日语书籍的翻译。我看到有些人他看到你的时候，他觉得你身上是拿着钥匙的，也就是说你自己有可能有一个百宝箱，就像哆啦 A 梦一样啊，你可以打开很多门。还有就是你自己知道你要往哪里去走，或者说你曾经给他指引过方向。这个人觉得你很 divine，就是你有你自己的那种神圣天赋和使命。还有就是我们看这个画当中的女生，没有没有一个女生啊是就是含情脉脉，或者说会用真实的目光啊朝向这个镜头的。也就是说，这个人他会觉得你的眼光和你的关注点不在他的身上，然后你是那种蛮酷的人。还有就在生活里边，你有可能极具自己的个性啊，然后这种个性有可能也比较张扬，比较有吸引力。他会觉得跟你之间有可能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孵化这个感情，还有就是你自己好像很理解你自己要往哪里去走的样子，所以有的时候他想在你这里去寻找到他自己人生答案。再者就是他知道你是一个很耐心的人，你有可能在等着什么，你有可能在等着什么发生，等着什么结果，或者说你等着自己的成长和未来的一个新的阶段等等。你好像知道在哪一个时间段你会去做什么，然后他也理解啊。有一些朋友，你们在学生阶段，有可能他知道你等着毕业，或你等着某一个资格证书的下发，然后有可能你会往那个职业领域去航行。还有些人有可能他知道你在等待一个机会去拓展你自己，比如说你在等待一个伯乐。OK，如果你是艺人，我看见一些朋友有可能你们是比较闪烁的人啊，或者你是一个 influencer 啊，你在社交媒体上是比较有关注度的，你的外形很好，有可能你在等着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去把自己的职业扩展到一个更广阔的领域。所以你好像并不是一个只专注在感情的人，更多的时候他会觉得你的心门不太容易被打开的同时，你好像正在去受着什么样的召唤，然后你再往那个方向去看。他觉得你的形象是很美的。还有一些人，不管男生女生啊，看到这一组，其实你身上所带有的光环几乎是偏向于深蓝色、蓝色或白色的。原因就在于你们的喉轮、三眼轮和顶轮是打开的，在打开的状态，你才会吸收到更多的灵感，去完成你的创造和创意。然后他会觉得你并不是一个那么容易接近的人，所以很多时候他会通过自己的想象去勾画一下你目前的这个状态，或者说你和他之间这种连接，有的时候是偏向于顶轮间的连接啊。很多时候我觉得你们有可能会有交流，但是基本上这样的一个交流会让对方觉得就在语言和眼神的背后，他需要去理解更深的一个层次。好，我们看一下你们之间的这个
连接目前是什么样啊？这包括是一个验证牌，虽然是一个快问快答单元，我们也要帮大家进行这样的一个验证，可以帮助大家快点找到自己的能量啊。因为有的时候在选项面前有点 confused， 对吧？大家，第一张我们是 The Fool 的逆位，愚人牌的逆位。我们今天就简单抽一下，跟大家传达一下这个卡牌的意思啊。Eight of Cups，The Death。这关系挺志在当下了，有一些人，我觉得你们有可能在等待这个关系，转变的时间点，还有一些人这个关系在你们本来应该去发展和发生更多故事的时候就戛然而止了，因为你们有可能会发现，你在对方身上所要的，以及对方在你身上所要的东西是达不成共识的。有很多人，我觉得通过这一个人，你好像经历了蜕变，你好像现在变得更加的完整以及独立了。然后在对方遇见你的时候，有可能你是蜕变期啊之类的，所以你有可能在那个时候情感比较脆弱，也处在一个会有一点点情感依赖的状态。也有可能一些朋友是反过来的。那我觉得其实你和这个人有可能在当下的这个阶段里边，在感情当中很多时候是处在那种卡住啊、停顿啊。Seven of Swords 啊，一些朋友在互相偷偷观察、暗中观察对方啊。你们有可能在就是晚间的时候啊，特别是完成工作的时候，会去偷窥一下对方这个 social media， 看一下对方的 SNS 最近有什么样的更新。还有些朋友你们 block 掉对方了，那你们两个人有可能还是会通过周围的人或一些蛛丝马迹，或者说还是通过网络，然后再去观察对方的某一种动态。无疑其实我觉得你和对方在彼此心里给两个人都留下了蛮深刻的印象的，但是你们两个人的这个成长之路有可能必定要经历一个独自旅行的阶段。还有些人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是没有办法把你们的方向统一在一起的，哪怕你们在同样的一个行业，然后同样的一个环境，其实我觉得有一些朋友哪怕你们共事了，你们也会觉得你们两个人总是会进入一种矛盾和就是比较拉扯、比较纠结的一个状态，然后希望试探对方，希望在对方身上看到我是最重要的，或者说给我更多的讯号。所以一些人我觉得你们是暧昧浅尝辄止的那种状态。我们看到 Queen of Swords 啊，刚刚看到一张 Two of Pentacles， 我感觉到你们都是风象家族的人比较多，还有就宝剑皇后能量在这张牌里边也出现了。所以我看到的就是有可能这张牌叫 Victory 啊 ，by the way， 这张牌叫胜利，也就是说有可能你们在某一种意见的磨合上，或者说最后你们当中总有一强一弱。那我觉得特别是女生朋友来到这一组，你们胜利了啊！有可能部分的男生朋友也是一样的，要看你们在什么样的族群，在关系里扮演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当然，我觉得其实你们的胜利有的时候是有一种胜之不武的感觉，因为其实呢，不管是在气场上，还是在个人的品质、能量啊，就是我们说个人价值上，你是可以优先胜出的，而且你是那个杀伐决断的人，你是要决定跟对方在不在一起的人，而对方他会觉得 the lovers in reverse， 不管你们两个人之间是不是存在一些选择题呀，或者说你们两个人是不是没有办法把感情往前去伸展得更远，他都会觉得其实这件事情是你来做主的。所以我觉得很多女生朋友来看这一组，对方也会把关系当中的一些责任和重点转移到你的身上。如果你们在交往当中的话，我觉得你们现在卡住了啊，这个交往有可能面临到一些猜忌啊，面临到一些未来的抉择呀，然后有可能一开始你们的关系始于心动，所以说你们没有去想到更多，有可能你们两个之前也像两个可爱天真的小孩子一样啊，把你们内心小孩拿出来，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就蛮两小无猜的，就有很多乐趣啊，就有很多别人感觉不到乐趣，然后你们两个人会给彼此很多我觉得是灵感，然后也会给彼此很多与众不同的观感，就跟其他人在一起感受不到那种单纯。但是，抛开这些不谈，如果渐渐的我们的关系一定要驶入一个正轨啊，然后要往一个更远的方向行进的话，那你和他有可能就需要去选择啊，是往左走还是往右走？我们应该往哪里去？把这个关系往前推进，而我觉得其实当下很多人的 death 的逆位，还有这边 two 的 pentacles 也代表了，如果这个关系里边存在一些选择题的话，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目前是需要变形的。这个的 death 其实有的时候出现了啊，我们说它是一种蜕变，它是一种转折，它是一种不破不立。所以如果一些朋友你们的关系就卡在这儿了，或者说目前在争吵啊，变僵持啊，或者说一些朋友，哪怕你们两个在交往着，两个人也在去等着对方去拿出更新的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案。大约这样的一个状态，有可能在最近的一段时间是持续的。
OK，这是今天的这个指引牌，或者说我们的能量的一个检测，看一下你们的关系。然后我觉得这道牌里边风象星座蛮多的，还有就是水象的天蝎座啊、天蝎、巨蟹、双鱼吧，可以这样讲，可以不说风象比较多啊。OK， 那我们今天开始洗牌，看一下啊，他会如何想起我？The Hermit in Reverse， 我们看一下整个的能量是如何的。有些朋友你是跟他说分手了吗 ？Devil in Reverse， 看起来你们两个人现在处在一个，你们会互相思念啦，但有时候我觉得也出现了某一种逃避呀，出现了某一种就是两个人不想去多理对方，然后我要自己做我的那种状态啊。看一下 ，Five of Cups，Page of Wands， 再抽一张。Five of Wands in Reverse， 这么多5号牌啊！这个牌的朋友，你们在之前的一个阶段，就是如果这是你的前任呢，或者说你们两个人现在分开了一段时间不联络了，应该是因为一些争吵，或者说对两个人的方向不太相同，然后你们的关系当中有可能有一个人他比较迷糊啊，迷迷糊糊的，比如说今天我想这样，明天我想那样，时常的让你觉得他缺乏理性和理智，特别是女生朋友来看这一组，而对象是个男生，或者说是一个年龄小一点对象的话啊，有年下恋情在这一组，这个关系无疑女性能量是强势方啊，一强一弱。如果男生朋友来看这一组的话，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之间有可能是因为你们都是偏向于性格比较有个性、很鲜明的一方，而对方他有自己的绝对领域，所以说你们两个人一旦遇见了意见的不合呀，就只能说争吵和卡在这儿，因为谁都不想再往下一步。而其实真正的女性能量在这一组里边是这种类似于杀伐决断的类型，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觉得一旦到了要去决定了和要冷下来，要去把这个关系调整的时候，对方也是非常不含糊的，所以你们两个人有可能是因为就是一些很理性的东西没有搞定才会这样。对方他会怎么样想起你呢？我觉得对方在想起你的时候，无论男生女生来看一组，他是心乱的，他心里边还是有悸动的，他是会回忆起很多过去，但是这个人的能量并不是完全在反省，而是他会放下自己的某一种纠结，去接受你就是你的这个事实。有的时候他想起你的时候蛮落寞的其实你并不是来给他上了一课，而是让他去体会在感情关系里边呢，是怎么样去跟一个跟自己能量并不同的人去相融合。其实我觉得对方在想起你的时候，这边有 Three of Swords， 还是有悲伤和伤心的。你们有可能在去年的9月到1月之间，或从今年的1月开始吧，你的联络有可能就会变得比较淡一点，或者1、2月左右。然后我看到很多人，他其实在心里边还是蛮五味杂陈，蛮想去联络你的，或者说如果你们在同样的环境，比如说办公环境啊、学校啊，然后他是你的邻居啊，anyways， 如果你们还能够照到面的话，他比较想让自己看起来挺体面的，或者说我的生活依旧是过得很不错，他可能会在这个 social media 上面或者社交媒体啊、社群媒体里边去展现出自己很优质的一面啊，比如说，我的生活蓬勃向上，然后我是人缘很好的人，但其实在他的内心当中是会觉得，无论他怎么做都无法去引起你真正的关注或真正的赞赏。他会觉得，其实我觉得这个组牌的朋友，你们蛮神秘的。还有一部分的朋友，如果你们不是在网络上很活跃的人，你们就是另外一种，就是非常的神秘，很少曝光自己的讯息的人，也有这样的人出现。所以对方呢，总希望能通过自己的一些行动来引发你的一些回应，比如说你会去按赞呢，比如说你会去因为他比如说 update 一些什么东西，然后能够去引发你的一些自我开示，比如说我也开始去曝光一些什么了，我也开始在社群媒体里边去展示一下我自己，他很希望能够看到你了。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一个人他蛮希望能够慢慢的走回到你的世界的，因为他会觉得自己对你的感情还在，但更多时候你们两个人之前经历的应该是你们两个人各自的业力的一部分。所谓的业力啊 ，justice 在这边代表了有可能你们之间的能量要去平复，然后你们有可能确实要去蜕变，你们确实要成长和学习。不过我觉得这个人他想起你的时候偏向感性居多，他有可能确实可以冷静下来去面对这件事情。就不管你们两个有没有在一起，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有很多时候是不一样的。他可能要去面对你是一个比较冷静的，你有你自己的 style，你有你自己风格这件事情，但是他会有可能。
就对待这个感情关系并不抱有特别大的希望，甚至有一种那种希望落空那种感觉。有些人我觉得他会淡淡观察你，但是他真正能够去行动的这个能量其实并不是很快，就是很慢很慢很慢。有些人我觉得在今年的10月前后啊，到明年的1月期间，有可能他会一点点的崭露头角。但是这个类型的人一般都是他一旦是就是一朝被蛇咬吧，他有种杯弓蛇影的感觉。所以一旦看到比如说对方有可能会伤害我，或者说他有可能会责怪我，他有可能会觉得我是不 OK 的，他就会跑得很快。这个人他并不是那种改良型的人，比如说，哎，我在你身上学到了，然后我就会让自己变得更好，或我对这个感情应该换一个状态，换一个态度，达到你的满意等等。他不是这一种奉献型的人，更多时候我觉得他内心里边有很多想法是经常变动的。我们可以看到 Knight of Pentacles, Page of Wands, King of Cups，这人经常会改变他自己的想法和行动，所以你会觉得他太多变了，太多动了。有可能他星盘当中这种变动星座啊，变动是射手、双子、双鱼、处女啊，这些能量比较强一点。而这副牌的朋友啊，另一个能量指向你们有可能是固定和基本星座的，就有可能比如水瓶呀，然后摩羯啊，就狮子啊、天蝎、金牛，有可能你们是这种就是比较定得下来的人，然后你有可能说比较狠得下来心的人，你非常的杀伐决断，以及理解自己的目标在哪里，而且你很有学习天赋，你也非常的头脑灵活。所以说在你每天啊，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们做脑力工作的，所以你们每天都在转动大脑，同时处理这些情感的问题，你们更偏向于我要去做一个理性决定，然后我要去行动，以及我要去坚守我自己要去完成的一些东西。所以他有可能在你面前呢，就变得没有那么权威，或者说他就会变得没有那么有能量。我感觉你们两个人如果很多人你们有可能在同样的一间公司之类的，这也是有可能的。然后对方他想起你的时候，让我感觉到他会感受到一种落寞感，或者说不被重视感。然后他也会觉得吧，就是你们两个的关系未来会怎么样，他自己是没有办法完全拿出一个见解的，因为他有可能会跟着你的见解走，而你的见解如果是我选择 pass 掉，我选择事业啊，天王星的处女时宫，我选择事业，我选择发展事业的话，这边是冥王星的射手12宫，这个关系就会停留在这样的一个能量里边。我觉得有暗恋的能量，然后有职场暗恋，然后还有远方的职场暗恋，再者就是突破这一个能量的关键点，一定是你们内心当中的某一种成熟，或者说某一种目标的达成，某一个阶段的完成。因此我觉得你潜移默化的在教这个人上一课的同时，有可能呢，在你越是在朝着你的目标和理想去前进的时候，这个人越会觉得你是这一个关系当中的胜利者。谁先走了谁是胜利者啊，这个比较明显啊，不管男生女生。还有就是在这个关系当中，谁保持自信 confidence，谁保持自信去追求自己的目标，谁是那一个胜利者。当然我们在感情里不讲什么胜利啊，就是我赢了又怎么样，赢了之后输了感情，最后还是什么也没有。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关系里边，其实你们两个人都是蛮好斗和要强的人，有可能这也是引发你们激烈的那种情感啊、激情啊，或者说它会触发到你们的冥王星的一部分，所以你们的关系里边是很有冥王气质的一个关系。有些朋友是天王气质的关系啊，也就是说这个关系里边，你们两个人之间会去打破一些你们之前的生活状态，打破你们的思想，对，思想当中的一些定式。还有就是你们有可能会突然的，对，在这个关系当中产生一些改变，教你们去上这样的一课。我觉得这个人在心里边他是很相信你的，他其实在看到你的时候啊，我觉得你们是那种天王星人呢。对，你们是很有创造力的，然后很理解如何跟人友善的沟通，以及完成某一个目标的。你们不是那种特别趋向于感性派那种类型的。然后当遇见情感当中的某一种问题，你们有可能会先静下来考虑一下，然后你们有可能会权衡利弊以及大局，然后再去做这个感情决断。我觉得这个人你为什么来看他，有可能你知道这个人对你还有感情，但是他有可能的某一方面的条件，就是其一是有可能某一方面的条件是匹配不上你的。比如说对方他目前的事业发展呐，他自己的职业规划呀，他的人生的这个方向等等。还有就是你会觉得有可能在这关系里边，
你更容易被激发出来一种力量，是我要去做我自己。就是每个人，我们就经常会讲嘛，Starcy 经常会讲，每个人是一种化学试剂，而两种化学试剂添加在一起的时候，那个能量和色彩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他会有一种催化你，让你会继续向前的一个，对，他会有这样的一些元素。所以我觉得还有一部分朋友啊，就是他在想到你的时候，我觉得他还是争取的心肯定是有的，想争取啊，然后不想放手啊，或者说早就想放手了，然后结果到最后也没放下，想回来看看，想调转头回头看一眼，这样类型是有的。所以你的前任，或者说你目前暧昧然后又断联的对象等等，他们是有一定的概率回来联络的。很多时候我觉得在你们的关系里边是这种起承转合型的，所以对方呢，他未来会有什么样的行动啊？我们用出小牌来看啊，好 ，Nine of Pentacles， 我们来看一下啊。The High Priestess， 看招牌里边果然出现了女祭司牌。OK， 女祭司牌其实跟这张牌很像。Unleash your creativity， 打开你的创造力，或者说 step by step， 这张牌能量都很像，好吗？女祭司，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啊，关系的走向，对方的这个行动是什么样的 ？Sorry， 对方的行动是什么样的？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问题。哦，天呐，这卡牌怎么了？大家怎么了？我觉得这个人他有一种想爆发的感觉啊，因为这个卡牌散掉了，他在一步一步朝你走来啊。Princess of Pentacles， 也就是说 Page of Pentacles， 这个人他有可能还有些朋友有可能这个人是你的学生啊、客户啊，或者他有可能是你的同学呀、或者说后辈呀、同事当中的后辈呀等等啊。一个这样的角色，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他在默默学习你，然后在默默充实自己，在让自己模仿你。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他的心态和他的想法真的不像他表面表达的那么，要么就模棱两可，要不然就是说不像他表达那么随意和无所谓。因为他对待你，我觉得其实在内心当中是有那种比较认真的想要去尝试一下的想法的，但他的速度非常的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都是金币的元素啊。Knight of Pentacles 金币的9号 ，Princess of Pentacles 金币的公主，还有 The High Priestess 女祭司牌。跟着你的直觉吧，我觉得这个牌的朋友啊，你们两个人之间 ，sorry， 我把卡牌拾起来一下。你们两个人之间，我觉得未来还是会有那种复合啊、复联呢，或者说关系向前进的能量出现的。但是你们两个人，我觉得还是要花蛮长的一段时间去等待呀，成就彼此或成就自己吧。自己成就自己，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之间其实都为彼此心痛过，就这张宝剑3号也是反复出现，所以因为这种心痛呢，有可能短期不容易放下，但也因为这种心痛，一段时间不容易去拾起某一种信念。但我觉得这个人他相信你，他有可能相信你可以去取得你的成就，他相信你的专业，他相信你的直觉，相信你的能量和你的振动频率。所以我觉得你在潜移默化的教他一课，你们两个人之间，很多时候让我感觉到啊，有可能在未来的一个阶段当中，对方他会以暗示的方式来到你的生活，或者说他有可能会找一些合适的理由借口回到你的生活当中，他有可能会给你变个魔术、变个戏法之类的，因为这边有一张 Page of Wands， 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个人他有的时候是有一些事情要拜托你，等等都是有可能啊，或者说他想要帮你做一些事情，这是有可能的，所以有可能会因为一些事项的连接啊，让他有一个借口真正的回归，或者说跟你把关系往前推进过去。我觉得其实在这个关系当中，你们关系当中肯定有一个人是崇拜者，有一个人是被崇拜者，所以我还是觉得这个关系里边是能量的分配并不是很充足的，就是说你们没有 balance 啊，这样说缺乏一个平衡，所以这边我们会出现 Justice and Star in reverse， 缺乏平衡，所以说你们关系当中有一个人总会觉得我想爱又无力去爱，然后我不去爱的话呢，我又会觉得有一种患得患失的感觉啊，若有所失的感觉，所以因为不想失去，所以持续的有可能会在这个关系当中去释放一些能量。还有些朋友，如果他是你的前任走得很远的话，我觉得这个人他还是在你的世界当中，就你们的连接其实依旧存在，但是并不是很强，就是那么一根线。然后有可能像是彼此在放风筝那种状态吧，只要有一个人呢动了一动或抖了一抖啊，这个风筝还是会动。有些人你们有可能会保持一个暧昧啊、地下恋情啊，或者说
会动不动嘛，就这个冥王星的双鱼11宫，会动不动的有一种去牵扯彼此的感觉。因为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啊，说实话，感情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浅的，不是一个很浅的感情，但是它内里当中所包含的东西，其实跟很大众的感情不太一样，有可能包含你们的个人。就是你们的个人人生方向啊，或者你们的个人的意志，以及你们在关系当中想要去追求的深层次的东西，因为这边有女祭司，对。好，那我们看完了啊，他未来可能发生的行动啊，我们再最后看一下，抽一下这边的神谕卡吧，你看一下啊，对方的可能的行动以及这个关系会怎么样？看一下啊，Journey，OK，我们再看一下。OK，Poverty，这边是 Message of Concern， 但是逆位的，好吗？我感觉这个关系啊，就对方的行动在，就是牵扯出来这个关系的发展能量，让我感觉到你们两个人兜兜转转的，然后在对方有可能最需要你或你需要对方的时候，你们会给对方一个消息的。我觉得这个人其实会远远的去关注你，以及他会担心你，你有可能也会担心他和关注他，所以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其实是会在一个固定的时间点里边出现一个变化啊，然后让你们会有一种复联呐，或者说重新去真正想起对方那个感觉。concern， 为什么这个关系里边有这么多 concern， 这么多顾虑呢？有一个人有可能在关系当中比较有顾虑，特别是男方的能量，男性能量，偏向男性能量的这一边会有更多的顾虑哦。这边牌直接弹出来了 ，OK，thoughts pathway， 然后这边一起出来的是 marriage。有可能啊，我觉得这个人他对你的喜爱是喜爱 lovers， 我们可以看到恋人。但是如果谈到这个婚姻的话，有可能对方会觉得，要不然就是异地相恋，要不然就是家庭背景、年龄、社会背景差异的太大，要不然就是说呢，你是他理想型，他也是你理想型，但是你们两个人现在好像路途不同，所以当下他会觉得真正能修成正果的指数稍微有点坎坷，稍微有一点障碍，因此他会觉得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这张牌里边，这位绅士画中展现出来的女子，就好像这张牌一样啊，也就是她其实会去想你啊，她会想到你的很多，她也在描绘和勾画你，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现在的这种障碍，有可能是需要花点时间破除的。还有就是你们的未来要到底往哪个方向去走？目前呢，有可能还是需要去拨开迷雾啊，有一些能量还并不是说特别的清楚。但是我觉得这个人有可能也是考虑到了跟你的未来，真正的考虑到的原因就在于他是真正喜欢你，真的是考虑过。一些朋友有可能你们要去怎么样？你们要去走一些法律流程吗？还是一些朋友你们要离开婚姻？又或者说 I'm sorry， 又或者说你们有可能有些事情要办理啊，包括你们的原生家庭等等，或者财产方面呢，或者说金钱方面，对，这个人有可能在金钱上多少有点障碍。然后我觉得有可能你们两个人现在为了这件事情，为了从恋人走到真正的 marriage， 真正的婚姻和承诺关系的状态，还要去走一条路。不过我觉得这个人让我觉得好的就是他在心里边真正的去可以相信你，他相信你的能量和能力啊，他也是相信你的坦诚，所以你们两个人之间彼此欺骗的这个指数是不高的。如果是有的话，比如说有第三方能量、第四方能量，你们应该也是会展现出来，就不太像那种我一定要瞒住对方什么。所以这个关系当中的欺骗性其实并不大。好，最后我们看一下宇宙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呢？我们今天抽到一张37号，怎么这么多10的数字啊？37、38这个数字对你来说有可能很重要。OK。Fire element desire， 火的元素啊，所以说你们两个人在星盘当中，我觉得火是不多的，或者说有一方是火象星座方，那我觉得有可能对方他未来呀，真的是会打开他自己对待你的这种真实的想法，真实的开始行动起来。还有就是你们关系的发展，我觉得是需要有那个火种去点燃的。所以什么是能够去引动你们关系的那个重点？比如说你们的关系一直不温不火的、波澜不惊的，一些朋友常年的暧昧关系一直都放在这个地方，因为这边有张 High Priestess 女祭司牌嘛。但是你们两个人催化这个关系的能量并不是没有，只是说从这个 Death 死神。
我们的这个能量底下出现的是 Page of Pentacles 啊，Princess of Pentacles，一切慢慢来，或者说我不急，或者说总有一些现实条件的事情让我们两个人没办法的时候，你们这个关系有可能就需要这样的一个火种，一些让我觉得对方会对你产生行动啊。时间点的话，有可能在未来的4个月以内，最明显的就是在今年的10到11月，然后未来看这个占卜的朋友，有可能是在未来的，对，就是3到2、3、4个月以内，我觉得对方和你应该是会有那么一点点的，比如说关系的明朗啊，然后一点点升温呐、然后一点点改变呐、以及对方有可能会给你透露出一些information 一些消息等等，好吧？我们最后看一下天使跟我们说什么呢？Past life relationship 啊，对，你们两个人，对啊，刚刚忘说，你们确实是啊，你们确实是前世关系，所以这个关系里边，你们两个人之间呢，总是就对方也是这样想的啊。你看这个男士的能量在这边，总这个手支在脸边啊，这样的一个姿势，他觉得莫名其妙，就是为什么他跟你好像。千丝万缕的想连在一起，然后你会让人觉得蛮奇妙的。你的一些表达方式啊、做法呀，你们两个人发生的一些事情，总会让他觉得我并没有此意，但是我好像又在你的面前，我好像又不太了解我自己到底有没有此意了，或者有没有喜欢你，或者说想要去发展这个意思，因为他总会觉得跟你之间有一点。对，有一点不可能，但是他又非常想有可能那种感觉，非常的强烈啊。所以你们两个是前世关系 ，you have known each other before， 你们在前一世曾经就互相的知道对方，而你在这一世，我觉得你真正的打开你的脉轮了。当你真正的把所有脉轮打开啊，一些朋友。你们是会拿出你们真实的光去实现你们今生使命的，这个有可能是你更想做的事情，所以对方的想法里边有可能也会觉得，在这个关系里边，你们两个人几乎都是没有办法完全的让自己在关系里边保持一个，哎呀，我们就郑重承诺吧，我说我们两个人应该怎么做，然后给彼此一个交代吧。然后很多时候你们有可能会觉得这件事情蛮困难的，有的时候你们需要去制造一些比较浪漫的约会，还有就是不要一本正经的只去聊工作啊。聊现实啊，你们需要让自己在这个浪漫的爱情关系里边啊，拿出你们的内心小孩去激励彼此，因为你们两个人都是老灵魂，还有就智慧的灵魂，还有一部分朋友，我觉得你们有可能是这个 Star Seeds，星际的种子，OK， 对，所以你们有你们自己的这个人生的使命。OK， 这边天使啊，我们再抽最后一张牌 Moon Cycles， 也就是说。大天使说呢，你们跟月亮的能量连接很强，所以说你们有可能会在这个月亮的，圆缺当中，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能量和情绪的波动，而巧妙的运用月亮的这个就是说能量的变化，你们有可能会更快的显化出你们想要去显化的实相，能量上来讲，我觉得很多人你们的灵性挺强的啊，就是我觉得来看这副牌的朋友，你们自己啊，并不是对方，对方是另外一回事，我觉得他有可能弱于你了。你们的灵性指数非常强，所以你们有可能很明显的能感觉到自己的直觉是非常准确，或者说你们有可能会，天呐。这副牌的朋友，我觉得对方他其实在内心想到你的时候蛮炸裂的，因为今天我们的卡牌炸裂了2次啊，就全部地震到崩到地上，所以他其实有的时候有可能想到你的时候，会突然的打碎某个东西啊，或者说他会突然的一时失神，然后比如说手上的笔就掉到地上啊等等，因为其实你有的时候会揪住他，让他心里一动，所以他会对你有一个 desire， 就是这是深层次对你灵魂的一种被吸引的一个能量，对，无论在哪个方面吧都有。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这张牌是。对，马上就要满月了，对吧 ？OK，Sorry，马上就要新月了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月亮的这个，比如说满月时间表之类的啊。在新月的时候，你们需要去许愿了，因为有可能在那个时候你们会得到更多的灵感，然后去启发你们在关系当中如何调节自己，也包括调节自己的情绪和能量场，好吧？你们跟月亮的女生连接很强。OK， 好的，那今天我们就看到这儿了。很感恩跟第一副组牌朋友今天的连接，希望今天的解读可以帮助到大家得到大家想要得到的讯息，然后也希望大家在未来一段时间都是比较顺利的啊。哎呦，插一句，我觉得有一些朋友你们是土象配水象也很强啊，摩羯配巨蟹呀。然后金牛配天蝎啊 ，anyways 又插一句啊，好，然后我们今天就看到这儿了，不好意思啊，然后让我们下一期再一起连接，然后祝福大家在未来一段时间能够顺利，感恩大家今天的观看，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好，选到我们中间的一副组牌，参照为红色天然石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主题呢是他会如何想起我，一个比较感性的主题啊。我们看一下心中所想这个对象，他想起我们的情境是什么样的，他的想法、感受以及会有什么样的未来行动，宇宙给这个关系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希望可以帮助到前来第二则影片的朋友。好，那第二组朋友啊，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大家抽的神谕卡是什么。看一下这个能量是如何的。11这个数字应该是11啊。Take off your masks， 摘下你的面具，放下你的面具。首先这个人的心目当中啊，你的形象是很美的，或者说你是一个很有神秘感的人。再者就是你们两个人呢，有可能经历过一个化妆舞会的阶段，有可能你们在刚刚相识的时候，不是在网络上呢，就是有可能你们被自己或对方这个身份所限，所以没有展现出最真实的自己。而当下呢，他有可能渐渐正在发掘一个真实的你是什么样的，或者说你们两个人之间有可能会有一些真实情况展现给彼此啊，比如说，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这件事情的真实状况是怎么样的，你们有可能会有一些真实状况的展现和自我开示的状态，也有可能你们两个之间曾经隐瞒过对方一些实情，或者说实话等等。但当下他想起你的时候，会觉得其实你是一个在他面前可以去摘下面具、无比真诚的人。他有可能也想要这样去对你，或者说他想要同样的行动来回馈你给他这种真诚。很多人这个数字11呢，11号，你们是双生火焰吗？是有双生火焰来到这一组吗？总之我看到其实你和他之间也是会形成一个镜面的关系啦。还有就是他其实非常的希望你能够去用你最真实的一面来对待他，不管你是不是会觉得那是你不完美的一面，或者说你会展现出太多你的不足缺陷，还是说你在爱情里面经常会不愿意言说自己的情感，你会怕在感情里受到一些伤害等等。他希望你能拿出真实的一个状态来对待他。很多朋友我觉得对方还是蛮吃你的颜值的，或者说你的这个形象气质他是比较喜爱。还有一些朋友有可能他和你的相遇是这种偶遇啊，惊为天人的偶遇等等。对于对方来说你应该是他的菜啦，但同时他也会觉得你们两个之间怎么样去真正的打开自己，展现出一个真实的自己，或者说我怎么样才能让你相信我的这一颗真心等等，这是你们关系当中的一个议题。所以他也是希望你能够展现出真实的你。然后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可以更加的有效率。我感觉其实你们两个人最近有可能开始往这个方向去走了，或者说你们两个人有可能曾经有那种真心话呀，或者说坦白局之类的。好，这是第一点。那我这张牌好美啊。OK， 一个舞会假面舞会的公主啊。OK。那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啊，我们的指引牌有2张，第2张是14号，这张牌叫 Seaman， 就是日语啊，这张牌的翻译书是日语的，所以是睡眠的意思啊。OK， 14号睡眠。首先我感觉到你们两个人的关系目前处在一个停滞状态，一些朋友，还有就是他有可能在最近见到你或最近想到你的时候是因为梦到你了，有可能他并不是主观的我一直在想这个人，但是你出现在他梦境里边了。我看到他在梦见你的时候，首先那个环境和场景比较奇幻，你有可能穿着蓬蓬裙啊，你有可能在一个比较有仪式感的状况之下出现，还有就是他会感觉到你的整个的vibe，你整个的人的震动和光环 aura 是很疗愈他的，而且会容易让他比如说过目不忘的那种感觉。对，最近这个人他有可能几次三番的梦见你，因为你们两个人之间有这种 twin flame 的能量啊，我感觉要不然就是 soul mate， 要不然就是灵魂伴侣的能量，所以他有可能在最近一段时间之内呢，经常会在梦境当中与你相聚和共处，好吧，不管你们现在在交往还是说断联了，还是说拉扯中暧昧等等，或者说你们存在一定的距离感，比如说物理的距离等等啊。还有就是有可能因为某一个特定的梦境会让他想起你，比如说你们两个人现在分手很久了，他会突然的想要去看到你更真实的一面，或者这个梦境启发了他，
让他会感觉到，其实你有你自己更真实的一面。如果之前他曾经误解过你啊，误判过你，他可能会心软下来，因为你其实呈现给他的很多东西是不设防的，他现在有可能才知道，这是一种转变。也就你们两个之间有可能目前潜移默化的关系里边也出现了一些转变的能量，好吧？OK， 这是这2张我们看到的神谕卡，其他我们一会儿再分析。下面我们一起抽牌来看一下啊，就是一个验证环节吧，也包括帮 Starseed 去连接一下大家的能量，看一下你们的关系目前处在的状态，或你们之间曾经发生的这个故事情节是什么样的啊，帮助我们一会儿进行一个分析，好吧？首先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或者说你们的能量是如何的？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张牌是 The Hermit 隐士牌，怎么一起掉出来了 Wheel of Fortune and the Three of Wands。 一些朋友这牌太顺了吧，一些朋友你们是这样的异地关系啊，还是说你们两个人之间曾经是过去的旧同事啊、旧同学呀、然后你们两个人我觉得蛮灵魂伴侣的，或者是蛮 twin flame 的，就是有一种宿命感在你的关系当中，你们的灵魂曾经彼此承诺过，或者说暗中的你们曾经不是在这个维度啊给彼此过承诺，所以你和他其实是很完美的一个 perfect match 啊，完美的一对。然后你们两个人的相聚相识，一切都是宇宙给的一个我觉得是必要，或者说一个注定的事件。所以我觉得你和他之间有可能蛮有就是有缘分的，或者说有些巧遇等等，甚至你和他本身就不在一个城市，或者说不在一个地方。他呢其实我觉得你们两个对待彼此的关系其实都有认真过，还有就是你们有可能因为现实条件曾经切断过这个关系啊，让这个关系没有办法就是说在现实生活里边特别胜利的，或者说特别圆满的进行。甚至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的关系就变成了这种长年累月的彼此遥望啊，或者说你们心里边就放着这个人呢，就像是白月光朱砂痣一样。然后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有可能也有那种很现实的条件，就是无法打破，比如说有一个人已经就是有了自己的生活，有了自己的家庭啊，或者说有一个人也已经完成了自己人生当中某一个选择。其实我看得出来你们两个人之间对是存在选择，或者说有一些人你们有可能已经有了对，就是年龄成熟一些朋友啊，有了自己的 baby 啊，有了自己的家庭要去保护啊，或者说已经有来保护和承诺你的人。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在这个关系当中出现了一些比较复杂的情节。从感情方面来讲，你们两个人的感情没有任何的问题，你们两个人是彼此的天作之合，然后你们的外形或你们两个人相遇的契机都是在那个刚刚好的阶段，也甚至是刚刚好的错过。还有一些朋友我觉得由于一些理性的状况啊，就是这个关系当中比较理性的一方，或者说在年龄和经验上稍微成熟一些的一方，没有办法选择这个感情，所以你们关系里边总会有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完全展示出自己的，特别是女性的能量。比如说我说不出来我爱你，或者说我说不出来我在意你，但我无比的在意你。还有就是我有可能就这个感情不像是完全禁忌，但是不得不说肯定是会有一种现实原因的那种纠结吧，就让你们两个人总会觉得我之后再说吧那种感觉。我看得出来其实你们两个人总会觉得你们好像这个关系不是走运的，就遇见对方是一件很走运的事情，很幸福的事情，很巧妙的事情。它教会了我们你们彼此很多，但是同时你们会觉得那个时间点是不对的，总是错过一些什么。所以在这个关系当中让我感觉到很多人经历过那种虐恋呐，然后有经历过分合呀，有可能一些人在去年的9到10月，以及从去年的9月到今年的1月之间吧，曾经做过选择，也曾经面临过分离。但是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关系你们到底有没有真实的连接，因为很多人就是每个人能量是不一样的。我感觉到你们在默默的去守护对方，就不是说我每天要去这个 social media 上面去看对方生活是怎么样的，或者说我一定要去参与到彼此的生活里边，又或者说你们两个人是异地的情侣啊，或者你们是那种聚少离多的情侣啊，然后你们有可能会把彼此放到一个有距离感的位置，去发挥自己人生当中应该去发挥的能量，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我觉得其实你们的关系，如果之前掺杂了一些虐恋的部分呢，互相猜忌的部分，那只不过是一个小考验而已。你们两个人是完全可以真诚对待彼此的。再者就是，我觉得在这个关系当中，有可能有现实条件的不允许，然后让你们两个人在关系当中要去做一个健康的选择。那健康的选择有可能就是跟对方保持一定的距离，或者说未来的事情我们慢慢再说吧，过一阵子再说吧。而这一切都是命运。我看到有很多人，你们在这个关系里边，其实是你给对方这个感觉，或者他想起你的时候，是会觉得很神奇的。Mystery and Magic 这两张牌一起出来耶，这是让他觉得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我遇见了你，有很多人我觉得这是你的 Twin Flame 或是你的 Soul Mate， 很神奇。再有就是好像因为一些什么莫名其妙的原因，我要和你连接在一起，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很多人我觉得并不因为现实，比如说我们两个门当户对，年龄相仿，我们两个人时间都对，然后走到一起。如果有在这一组牌的朋友有的话，那恭喜你们，你们是很有福报的人，你们在上一世有可能已经完成了你们一个阶段的灵性修行。所以你会跟这个跟你心灵相通的人往一起去走。还有很多朋友，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宇宙的安排，给你们的一刻，为了打开你们的三眼轮就是让你们的灵性再往上走一下。所以这个人他遇见你了之后，总会做一些神奇的梦啊，有可能并不跟你相关，但有可能是跟他的指导灵团队，跟他的祖先 OK， 跟他的大天使，或者说他的神灵是有关系的。然后这个梦境当中有你的能量，所以他会在旁边看到你，或你参与其中。我觉得这个牌的朋友，你给对方的感觉是蛮女祭司的，虽然让我们没有抽到，这边有 Hermit， 也就一部分朋友你们有可能有宗教信仰，有一部分朋友你们有可能有神圣的使命，还有就是你们一般不会说出来我要做什么之类的，就你们蛮有自己的一个神秘感和空间的。所以这个人总想去探究更多一探究竟就这个人到底在搞什么，然后他在想什么，你在心里面真的有我吗？然后你身上所产生这种美感，其实是那种偏向于有距离感的，对，就是蛮像 Star 星星牌那种美感的。我觉得这个人他其实对你蛮无可奈何的，还有就是他会持续想你啦。然后我们说日有所思嘛，所以他有可能会在梦境当中跟你相见，原因是因为你们在其他维度是连接在一起的。OK， 你们可以看到这两个立方体嘛，他们两个是他们两个是配对的一对然后这边我们看到是两个圆 OK， 这两个圆然后组合成为一个真正的圆形，然后爆发出第三眼能量，因此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连接是5维度的连接，是你们灵魂家园的连接，还有就是你们高我的连接。然后我感觉你们两个人是依旧是这样双生火焰能量比较强，来到这一组。好，这是我们的验证环节我们每次都讲的比较长一点。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会如何想起你如果已经对应到大家能量的话，我们现在就开始看。OK， 他会如何想起？首先他想到你的时候会觉得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我遇见了你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再者就是你给了我一些很神奇的灵感指引或者说他有可能之前不相信灵性然后不相信比如说就是说我们这个比如说玄学这个领域吧，或者说有很多在这个世界上其他维度的东西他是不相信的，但是你有可能是一个深信不疑的人，因为这边出现了一张 Hermit， 所以你给他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而且他其实也是很乐在其中的那一种。这个人应该是个理性派还有就是让我感觉到其实他有他自己人生当中想要去追寻的一些东西跟你有可能并不一样，但是你们两个人的不同也是因为你们两个人有很强烈的一种镜面的效果，很强烈的反差，你们两个人组合在一起才是一个春夏秋冬完整原型这个人最近在忙着赚钱他在经济上有可能会出现很多问题，就让他觉得蛮没有安全感的。然后他的底轮其实是不完整的，底轮和脐轮，所以他有可能要通过我要去完成事业我要去奔忙然后我要去完成学业去证明我自己的价值。他在想到你的时候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们是断联了吗？这5组牌朋友是断联了吗？他很多时候是会觉得他想暂时先要去认真忙一下自己的事情，然后他不想要在关系里边就是说是你付出的更多的，或者说你们两个人出现的是现实条件的不平衡和不匹配，原生家庭的不平衡和不匹配。这5组牌里边有一张 Queen of Pentacles 金币皇后牌，印证了我们刚才这个论断。
印证了我们的论调。因为这边有一张 Knight of Pentacles， 你们两个人呢是灵魂的伴侣或是镜面的关系，他想和你再重新开始了。如果当下你们现在断联的话，他想要跟你重新的相聚在一起，重新开始。但是时间点上来说，他自己真的没有想好。想到你的时候，这个人其实情绪波动蛮大的，会偷偷观察你。有些朋友有可能你主动切断了跟他的连接，我感觉断联的蛮多啊，断联和前任蛮多的。如果你们现在在交往当中的话，就跟刚才的话是一样的，你们在各忙各的，但是你们是有福报的人，因为遇见这个人，不管你们最后是否修成正果，都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就是能够手挽手的走在一起。所以说当下这个状态，有可能你会猜对方的心中是不是你是第一位呀，然后你最重要。从他的条件上，从他的这个perspective， 从他的视野上来讲，他的立场上来讲，他会觉得现实条件非常重要，所以他希望自己能够把自己的个人价值经营起来，然后才能够去照顾你们。你们两个人如果曾经互相雪中送炭过，他想要去投桃报李的，就是他想要去回报你给他的那种关怀呀、支持啊、鼓励等等。但有的时候他又会觉得自己是那种无论如何都讲不出口一句感谢你啊 appreciate 或者怎么样都讲不出来一句我爱你之类，这个人讲不出来的，他讲不出来。所以我感觉他想到你的时候，内心中其实是感觉有一种落寞感、孤独感，缺了一块的感觉。然后你能填满他，但同时他不希望你是那个就是说唯一来填满他的人，并不是说他有其他人。我觉得他希望自己的人生价值来填满自己，而不是你给他不断的能量和安慰以及包容。有很多人，我觉得你在他人生最落魄和艰难的时候，曾经出现在他人生当中，给他希望所以他一直会把你当成一个暖暖的光，但他不想去用手触碰这个光，原因在于他自己是没有光的人。然后我感觉到你们两个人是很强烈的这种能量相反的，所以一个有可能是光明，一个有可能是比较暗的能量。我觉得这个人他想慢慢的走向你的生活，还有就是他会觉得有可能没有他的话，你的生活更加安稳，或者说可以更加独立，但同时他理解你的孤独，所以他总希望你能够诚实一点的去表达你对于他的需要和渴望。这个人对你也是有同样的需要和渴望的，但是他也已经学会了我不去表达。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怎么产生虐恋的能量了？这个牌里边的这种就是我爱你，但我又不说能量，为什么这么明显呢？OK，还有一些人，我觉得他自己都不想想起你啊。如果是前任的话，自己都不想想起你啊，做了一个梦啊，突然就想起你，然后他自己就会莫名其妙的感受到你的情绪，感受到你的波动，因为你们两个人之间这种连接其实不是完全在3D 世界的，很多时候他会觉得很莫名。再者就是，其实他会感觉就是说。我还是觉得有一部分的朋友，你们两个人曾经彼此帮助、陪伴和呵护过彼此。这张牌呢，32号叫 wish，叫 wish，就是愿望嘛。但是我感受的是一个 rescue，一个拯救、救赎的一个能量。我感觉其实在这个关系当中，你们有可能都有自己深层的一个渴望，比如说它有可能会让你感觉到你更有价值感，你可以去包容一个人，帮助一个人，圆满一个人的愿望。还有就是你可以在一个人最落寞的时候去，就像美人鱼，我们这边是水母公主嘛，OK， 就救王子一样啊。但其实我觉得另外一个人的想法也是一样的，就是他需要你，但同时他是那种无意识在跟你进行连接的，你们两个人之间存在着救赎和被救赎的能量。还有就是你们两个人其实是彼此的愿望成真了，但是我觉得有很多事情是没有拿出来说的，就是不在对，就是不在那个明面上展现出来的 OK。 所以我看到很多的朋友啊，你们两个人这种不可言说的，或者说无法确认的，或者说模棱两可的对，如梦似幻的这种感情状态吧，可以这样去形容啊。如果现在你们两个人都没有表白，或者说没有讲清楚，或者说他会觉得不知道如果你再去照亮他，他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的破碎和他的一些就是引起了你对于自己的那种价值感，或者说你引起了你想要去拯救自己的感觉。我们往深层去说，还是说你真正的爱他？这个人我觉得他不确定你爱他，然后
他也会怕自己会错了意，他也会觉得是不是你对他的感情是因为其他，比如说因为他的脆弱 ，OK， 因为他身上一些跟你很相似的东西，这个牌里边也有那种年龄差距也是有的，然后地理位置差距也是有的，家庭背景差距也是有的。这个人其实跟你，来自于就是感觉完全不同的能量场当中，但你们有很多千丝万缕的连接，让你们觉得这个人好像就是上天带给我的。我觉得这个人他如果现在跟你断联了，他知道你现在这种情况，大约能够感觉到了，所以你们两个人有可能在不联络的这个情况之下过得都不好，但是他总觉得你们两个人如果要重新开始的话，他想要如果他要主动，他需要主动的话，他想要慢一点，因为他自己现在还没有 ready， 没有准备好。什么时候准备好？一些朋友我感觉到，我帮大家去 clarify 一下，这个人什么时候会准备好？因为我觉得他会回来。我看一下 The World， 一些朋友有可能需要跨洋 ，OK， 乘船乘飞机才能见到这个人，所以那个时间点有可能是他可以出行的时候。还有一些人，我觉得这个人好慢哦。这个人比你想的更慢。这边有是金币国王 ，OK， 这边出现了 Queen of Pentacles、King of Pentacles， 金币国王皇后。土象星座的朋友啊，这个摩羯座、摩羯、巨蟹的对宫，然后双鱼座、处女座 ，OK， 然后我们刚才说什么？土象星座还有金牛座，然后个别的朋友，我觉得你们是火象的，就是土火的这种组合比较多一点。所以我感觉到这个人他有可能就是想要来找你的路上，他总会遇见一些问题，要不然就是家里边出现问题，要不然就是工作出现问题，要不然就是身体健康出现问题。总之他现在好像还没有完全准备好，而且这个命运的时间点还没有准备好，所以你会觉得他超被动的。一些朋友我觉得最晚吧，半年之后这个人会回归，还有一些朋友如果最近才断联了的话，我觉得应该隔了不久啊。如果最近才断联的话，你可以等2到4个星期来看一下，就是一个半个月到1个月左右吧。你们两个不要产生过于激烈的争执啊！你们两个的争执是很容易去伤害彼此在对方心目当中那种稳定的、肯定的感觉，并不是说去伤害彼此那个感情，因为你们的感情本来就存在，这是天然存在的啊。Wheel of Fortune 命运之轮，你们的感情浑然天成，而且是前世的，有可能你们是前世的同修，你们是前世的伴侣、朋友等等。对，所以说你们不需要去质疑你们彼此的感情。但更多的时候，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最质疑的也是这个人他为什么会爱我，还有说他为什么来到我的世界，没有原因，宇宙会给你答案和原因。有可能从别的大众占卜当中，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为什么会遇见这个人呢？我要学什么样的课题啊？然后 Stars 也做过其他的一些题目，但说实话，我觉得在这幅里边，你们两个人之间相遇，有的时候不用去追究这个原因，更多时候我觉得。因为你就是你，你和这个人的业力一定会把你们带回彼此的世界，所以这是你们之间的命中注定。如果你们的时间不对，没有走到一起，我觉得是宇宙给你们的一个课。因为这个牌里第1张也是 Hermit， 这是一种学习，这是一种探索。还有少部分的朋友，我觉得你们身上有水瓶座、处女座，这2种星座的能量比较强一点。然后我觉得对方他其实蛮想要珍惜你的。也蛮想去珍藏你的，但是他只能把你珍藏在梦境当中，因为他自己在理性上都不敢，就这样的一个状态。我的天呐，为什么是这样的一种能量呢？第2副左牌朋友，你们经历了什么？如果现在在暧昧关系当中的话，我觉得这个人他想要先搞定事业，搞定财富再追你，看起来慢慢的。然后有一些朋友，我觉得如果你们现在还拉扯当中，就是断联，你们会复联。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那个点是不一样的，就是有个人可能会觉得，就是我要等啊，特别是女性能量的话，就是我要被动等待，然后我要一个人去度过这个阶段，然后我要充实自己。但是其实你的能量让我觉得，他自己也知道你在苦撑，你在硬撑啊。还有一些人，我觉得其实你们两个人之间完全可以坦诚对待彼此，就是说出所有，说出一切，这是这个人最想要的。但是他有可能和你之间就是存在这种能量上的差异和不均衡，对，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之间要去追求的东西，其实有的时候它是很简单的，就一样，就是
大胆说爱，但是还有其他的那些能量，比如说那个压力呀，或者说差异啊，或者说未来呀等等，那是你们两个人最好不要太快讨论的东西，因为一旦去讨论，你们就会有一种，那我该怎么办？我应该去选择更好的吗？我应该选择僵在原地吗？还是应该选择放弃和等待？就是你们会纠结，你们会不断的在这个关系当中纠结。好，这边是金星巨蟹一宫，好的，我觉得你们是彼此灵魂的家园啊，你们在遇见彼此的时候就觉得啊，我在这个 OK，在这个世界当中，在这个大千的世界里边，我找到了我的家人，另外一个人，他是你的灵魂伴侣或 twin flame， 还有就是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有一种归属的感觉，那是跟你们的 higher source， 跟你们的源头连接的感觉，所以天然的你们的关系里边就会有一种共生的安全感，这时候就是当你们相处的时候，很容易去产生出来一种自然的感觉，浑然天成的感觉。第二个是水星的射手的6宫 ，OK。水星在射手是一个落线的位置，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之间真的有这个金牛的朋友吗？然后有那个就是你们都很固执，或者说你们的月亮在土象，然后你们两个都很固执，就是希望对方能够先走一步，然后想沟通吗？你们都想沟通，特别是断联的朋友，你们两个人是都想沟通的，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个在僵持，然后想在争夺这个关系的主权啊，OK， 然后结果上来讲，我们看一下其他卡牌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能量啊，好，就是对方的这个行动，他会不会主动来找我们，还是我们要主动找他？我帮第二副组牌朋友看一下啊，你们两个人这样僵在这 ，lovers， 哎，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好，就在一起的朋友不要担心了，这边是 Queen of Swords，Seven of Swords，OK，不管男生女生，你等待的消息会到来，然后这个人是会带着爱的消息、爱的言语来到你的世界当中的。你们两个是一对啊，大家看这个火烈鸟啊，然后拼成一个爱心的图形。然后风象星座的人，我们刚刚有讲，这个人有可能会在下一次的新月或满月到来。新月的能量和满月能量对你们来说挺重要的，我感觉这个人在新月的时候容易想你，然后如果说他的情绪需要爆发的话，那你可以再等他半个月的时间吧，最快的话我觉得是下一个新月这个人会出现，好吗？然后我看到的就是如果你在等消息的话，你可以等着，我觉得这个人他也在等你吧。 Emperor， 天呐，神圣男性能量和神圣女性能量在这一组里边，我觉得为什么这边出现也说神圣女性能量啊 ，Divine Feminine。我们今天抽了一张 Strength，力量牌，这边是 The Emperor Divine Masculine 神圣男性能量。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张牌当中都有这种 ，OK， 这是熊吗？还是金刚狼人？这边是 Leo 啊，狮子等等。我看到你们两个人其实是神圣男性、神圣女性，然后都是很有尊严，然后不想要去先低头的人。然后这个人他想起你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会在梦境当中，你去展现出来的东西是很有力量和美感的，甚至有的时候他在梦境当中会和你有非常亲密的接触，然后你的展现在他梦境里边其实是非常性感的。对，所以他的梦境里边有的时候就是看起来会比较火热啦，然后跟你之间我觉得他会受你的影响，他会知道你的频率，他知道你现在的一个状况，他感觉到你，所以我觉得女性朋友就特别是 Divine Feminine 神圣女性的朋友吧，女生的族群来到这一组，其实他知道你的能量在哪，他知道就是你没有谁都能过好自己的日子，但同时他也知道啊，你在内心是极度渴望真爱的一个人，而这个真爱就唯有他能给你，就不管他周围人，你的周围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他知道其实他应该拿出这个 Divine Masculine 神圣男性能量来给到你，但是我觉得这个人他会就是因为你们两个人的自尊问题僵持不下，拖慢了你们关系的节奏，同时我觉得有的时候对个别的人也因为你们各自的强势啊，就是我不能说谁更强势一点，各自的强势啊，会让你们两个人之间就存在一种想要夺权的感觉啊，对，因为你们是一对，
对，因为你们是这个两个立方体，所以说或者说你们是两个圆形，好吧？你们是两个圆形，然后你们合在一起是个圆形，所以说其实你们两个人不存在谁的力量更高于谁，就我们抛开现实条件不讲，所以我觉得啊，你和他之间会不会复联 ？Nine of Pentacles，我们最后抽一张 Ace of Swords。一些朋友，我觉得你可以等多久呢？你要等到10月左右，然后当下是8月末，所以1个月的时间吧，他应该是会来联系你的。未来来看，这副牌头也是一样的，有可能未来的1个月当中，对方会给你消息，给消息的指数啊，90%蛮高的，或者说就是在天平月啊 ，Justice。你和他之间的某一种业力，或者说他的某一种情绪波动平复了，回归理性了，然后有可能你们之间的这个能量还会往前去推进啊。还有就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缘分挺深的，所以是没有斩断，你们的缘分还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2张 Ace of Swords， 也就是说，如果真正的是往感情里边去走的话，一样 The Lovers， 你们的爱情是饱满的。但是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在现实和情感，以及有一些朋友现实和情感之外还有其他的选择，这个全部都有啊，就是每个朋友都不一样，可以套入自己的就是目前的状况，然后不要去就是说不要去乱想，好吧？有些朋友因为这边出现了一张圣杯3号，个别朋友存在选项的人，对方存在选项，你存在选项的人，你们两个人总会觉得，就是这个人是我的天菜，但是我好像不能选他。就是你们总是想要去选择一个让你有安全感、可退的，或者说给你一种奉献精神的人。但他如果一出现在你的世界里边，你的世界就会有一种我觉得是被震动的感觉，所以说你们都不太敢要去真正选择彼此。更多人让我觉得，其实他有可能会在自己完全准备好的时候来展现自己了。我们可以看到 Nine of Pentacles 里边是一个孔雀啊，这边这个 Queen of Swords or the Emperor 国王牌，要开始开屏了，所以这个人有可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他可能会把自己打扮的比较体面呐，他有可能会展现出自己就是断联，或者说我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吧，就是不怎么太联络或不怎么太见面啊，有些朋友聚少离多的，对这个阶段我的一种个人的成长，我的价值的提高，他有可能会夸张来展示自己，好吧，很有趣。好，我们最后再抽一下这边的神谕卡，看一下你们关系未来的发展状况是怎么样的，然后再看一下宇宙的指引啊，Change，OK，这边是第9号牌，你们的关系现在存在一个改变，或者说你们的关系现在有种变化。Expectation 28号，我觉得一些人你有可能是等了又等，等了又等，然后你总会觉得我已经不想要抱有任何的期待了，但其实潜移默化的在你们的关系里边已经出现了这种蜕变啊。Marriage 这个关系有可能跟婚姻有关系，或者说这个人有可能在他想给你一个 big surprise， 一个大的惊喜，就是等不来还好，一来了就有可能会跟你求婚啊，跟你提一些未来啊，或者说跟你去聊一些关于未来的事情，他想要承诺的。因为我们刚刚看到国王牌，这个我们就不拿国王牌出来了，这边还有一张国王牌嘛，我们可以看到 main male。好，这个神圣的男性能量它已经出现改变了。如果你以前觉得他怎么叫都不听啊，然后怎么讲都不听啊，或者说他以前有可能会让你觉得有些很不满意的地方，其实他最近在改变自己，而且他内在的改变很大，我觉得是一种他真正智慧的觉醒。就这个人他其实觉醒了。还有就是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之间就出现这个 poverty and Five of Pentacles 啊，金币的5号，让我感觉到你们两个之间要么就是经济的问题，要不然就是异地的距离，要不然就是你们两个人有种现实阻碍啊。所以特别是男性能量这一边，他不能去满足你期待的原因，有可能是他现在的个人能量不够，他的财富地位，他的经济不够。如果是够的话，他就会觉得有可能你和他之间，大家可以看一下 Privileged Lady。一个优秀的 lady，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12号牌，我觉得这副牌里边应该是就是女生状况更好，女强男弱一点，好吧？然后他会觉得自己现在需要去匹配你，然后才能够去赢得，比如说跟你的这种未来之类的，然后他需要花点时间，所以有可能他没有办法迎合你的期待，然后你有可能也会对待他稍微强势和冷酷一点，就是如果你想要爱的话，你有可能会很直白的，或者说你有可能会。有些朋友有可能他不是直白，就是你不是直白，你有可能会很强势的去展现你的价值，以及去，在关系里边去确认和强调你想要的是什么。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是那个守护着他改变的人，然后你的女性能量，你的神圣女性能量，我们说 divine feminine， 你的神圣女性能量其实是有启动到它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你让自己的能量越大，它越容易往你的方向去走。其实你要相信自己的价值啊，不管男生女生，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在关系里边让我觉得还是就是有未来可以去走的那种感觉。再者就是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故事没有写完，然后有很多很神奇的事情发生在你们的故事里边，比如说遇见这个人之后你就开始做梦啊，然后遇见这个人之后你看见天使数字啊，每天11点11 12点12之类的。因为我觉得其实是宇宙它在告诉你，就是你们的 master 啊，你们的比如说大师吧，或者说你们的神灵，然后你们的源头有可能在告诉你们要去相信奇迹，要去显化奇迹，然后要去拿出自己的能量做你们自己，所以你们才会经历很多转变。而这个人现在也在转变了，就像那个冰河终于可以开化那个状况啊，我觉得其实这个人挺冥顽不化的，但是好不容易等到这个阶段，很多朋友我觉得有可能你们就是在经历这种无法期待的一个状态啊。好，我们先放在这儿。所以我们看一下宇宙给我们的建议和指引是什么样的。好，今天我们抽到这个月相卡Mercury，OK，水星。3宫，所以我觉得这个关系代表的是学习，因为这边出现了的 Hermit 隐士牌也是一样的，代表了一种学习的能量啊。在你们的关系里边，更多的时候，当下这个阶段，不管是好还是怎么样，在教你们去学习，去用一个更新的方式理解这个地球，理解这个宇宙。所以很多人有可能你们现在开始打开了你们的天线，然后去学习很多灵性啊，然后去开始跟你们的指导灵、跟你们的高我进行互动啊。有很多人其实你们已经开始了去做一些显化，然后用你们的意念去真正的理解。我们说啊，其实整个宇宙的出现从哪里来？其实从佛学上来讲，我们整个宇宙的出现就是我们的这个阿赖耶意识嘛，阿赖耶识嘛。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的意识其实显化了整个宇宙，每个人的意识、集体的意识显化出来这个世界和多个世界。因此，其实当下这个水星的牌其实很重要，就是你们想要去显化什么，因为你们是magician， 你们是魔术师啊，你们在显化的是 mystery， 一个神奇的、神秘的、不可触摸的，但同时是在你们的智慧里边已经编好码的奇迹。也就是说，你们在连接你们的阿卡西。有很多人，我觉得终于有一些人，你们开始开挂了，是吧？然后你们也开始在生活里边找到那个方向了。然后我觉得当你们的这个感情真正落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和对方都会变得更加优质。这也是这个课虽然很辛苦，但是有成就的地方。所以就是鼓励大家吧，在这个阶段再坚持一下，好吧？然后有一些朋友，如果你们想要去打破这个沉默的话，其实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件坏事。而你们两个人让我觉得啊，到底是怎么样去打破沉默？怎么啦 ？Queen of Wands, Page of Wands， 你们两个人怎么去打破沉默？有一些人会觉得，在关系里边是因为自己受伤了，所以说怎么也要等到你内心当中这件事情能够重新理性看待了才可以，不然你要是拿一个受伤的心去对待这件事情，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连接就永远都带有一个面具和悲伤色彩啊。还有些人你会觉得对方不够成熟，或他的一些想法就3分钟变来变去的啊，3分钟这样，3分钟那样，而对方现在其实是在一种体验和显化以及幻想的过程里边。我觉得这个人他总梦见你，特别是女生朋友，这个人他总梦见你，当你心痛的时候，他就会有连接，然后他就会梦见你，所以这是比较强烈的一个信号，在告诉你们两个人之间其实是并非简单的一个感情连接的关系，好吧？好，所以我们抽一下今天的神谕卡，sorry， 天使卡，看一下这个宇宙和天使给我们这个关系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Very soon. Clearly decide what you want so that it comes to you now. It comes to you now. 它马上就要来了啊，就现在它就来了，好吗？决定你要什么，然后天使就把它带来了，很快啊，你们的显化很快。然后一些朋友，我觉得在这个关系的深处吧，对你们来讲是你们自己内心想要去真的是显化出什么就显化出什么的。你们要相信啊，你们是魔术师牌，还有就你们两个人合在一起才是魔术师啊。就一个人，我觉得一个人也够，但是你们两个人合在一起的能量才是无比强大的，这就是这个牌里边说出来的东西。然后天使又说 a heart to heart conversations。
sorry, heart to heart conversations. OK， 所以说你要诚实的去把你的感觉表达给对方 ，honestly discuss your feelings with each other. OK， 把你真正的那种感觉，就对待对方那种想法表达给对方，这有可能会让这个关系吧，就对我刚想说，让你们真正的去相信，就是为什么？因为你们两个人总在怀疑，他爱不爱我，到底要不要爱？只有去真正打开你们的喉轮呢，就用语言说出来，为什么？其实你们两个人心灵相通，但总是在计较你到底有没有表白，然后你的表达是不是完整的，还有就是你到底有没有这个意思等等。所以说这个情况告诉我们，应该去有更多的信心和信念。然后这个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是那种很实际，你和对方都很实际，就是不是放在我眼前东西我不信的那种实际，所以说还是要通过表达。还有就是你们是彼此的镜子啊，如果你表达，他也会表达，这就是这个牌里的一个能量。最后看一下天使卡告诉我们什么 ，comfort， 好，就这张牌掉出来，大天使说啊，大天使在陪着你，去帮助你治愈你的心轮。I am here with you in your time of need, helping your heart to heal。我在这个地方啊，就是当你需要的时候，我一直都在，去帮助你治愈你的心轮。有些人我觉得刚刚出现了这个 Three of Swords 宝剑3号，有些人的心轮受伤了，然后天使在帮你去治愈心轮。再者就是这个阶段里边，你们确实需要一点自我治愈和调整，然后这个时候你们才能打开你们的光。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的灵魂已经开始亮了，然后很多人我觉得你们身边的动物指导灵在帮你啊，就是对，我看到是猫系的。猫系的，然后 anyways 我感觉其实你们会看到很多信号，很多 signs， 就是会有蝴蝶，然后你有可能看到光斑，你有可能会梦到，然后你有可能会更加的确信自己，好吧OK， 那今天呢，第3副组牌的朋友，我们所有的卡牌就读到这里了。很感恩跟大家今天的连接，希望能够在今天的卡牌当中给大家以大家需要的讯息，然后也祝福大家在未来一段时间，在感情之路上也好，在人生当中都是开心、平安和顺利的。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阶段里边完成一个就是跟宇宙的连接和学习这是一个就对待第2副组牌朋友和所有朋友来讲都是蛮重要的一个体评阶段，所以宇宙也在这里帮助大家。OK， 那我们今天就看到这儿，感恩跟大家今天一起来看牌，让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好，选到我们的最右边第3副组牌，参照的天然石为黄色水晶，黄色天然石的朋友们，我们的神谕卡都已经抽好了。那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看的主题是他会如何想起我很感性的一个主题。我们要看一下心目当中所想这个对象，他是怎么想到我们的，他的想法、感受和未来的行动又是如何的。我们会看一下对这段关系宇宙给什么样的建议和指引，那希望可以帮助到点开第3则影片的朋友。好，第3副组牌的朋友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家选到的这一张主牌神谕卡是什么。我们看，哇，好美啊，每次看到这张牌还是会被惊艳到Dreams，这是第3号。我从这个牌里边看到你们应该做过彼此的那个守护天使或者守护灵的，对。然后这一个人，有一些朋友可能会问守护灵是吗？anyways， 我觉得这个人和你之间有这种 soul mate，灵魂伴侣或者是镜面关系，互相保护关系的一种连接他和你之间的缘分和连接其实挺深的。同时我觉得这一个人他和你有可能在其他的维度一起共事过，然后做过彼此最好的朋友，做过彼此的灵魂伴侣，做过彼此的镜子。所以这个人在想到你的时候，总是希望能够给你一个肩膀女生朋友来看这一组的话，那男生朋友的话，就这个人他很想靠你的肩膀，你会给他一种天然的安全感，天然的想依赖的感觉。你们两个人其实是有可能在背景或身份上有点大相径庭，或者说有时候你们的性格是不一样的，但是你们是 perfect match 你们是完美的一个结合和组合。很多人我觉得有可能一部分的朋友有少数是 twin flame， 更多人这个人他是你的这个 soul mate， 他是你的灵魂伴侣所以你们两个人其实懂得对方的，可以去理解和支持对方的，而且你们可以去看到彼此灵魂深层次里面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他的这种前世今生带有的一些业力给你的一种震动你有可能会比较心疼他，你有可能会理解他，然后你有可能会想要去保护或者说依赖他，这是一种相互关系。然后你们两个人有可能
这种相遇其实挺梦幻的，然后有可能不常在现实生活当中遇见，因此一部分朋友有可能是在网络当中遇见对方的，还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他有可能是你的上司啊，然后身边可以依靠和依赖的某一个人。总之，其实你和他有可能在外表上、在身份上等等都不太一样啊，但是你们却是最好、最完美的一个组合。然后在女生朋友如果来看这一组，我觉得对方对你保护欲满满，然后他会觉得你是那种就是透明翅膀的，OK 睡眠天使嘛。OK，然后对方会觉得你身上的这个能量，很多时候会让他觉得想要去给更多的关照和保护。那男生朋友就相反，有可能对方就蛮想要去依靠你的，觉得你蛮可靠的，或者说想要在你的身边得到一些疗愈的能量啊。因为你们两个在一起，我觉得还是有一种，对，你们两个人去制造那个氛围和那个 vibe，就是你们俩合在一起的那种频率，其实是和周围的世界不一样的，是格外的和谐，格外的完美。那我们看另外一张指引牌啊，今天我们抽2张指引牌，另外一张是第13号，这是法语的神谕卡啊，然后翻译过来是 protection。或者说是保护或保护者吧，所以这2张牌大家可以看到女生头发那样卷卷的，然后铺散开，然后能量是一样的，然后周围也有那种有可能不在这个星球的一些 creature 生物吧，或者说神奇的指导灵，所以其实你们两个人不管是有形无形的结合在一起，或者这个人他是3D 世界的一个人，但他跟你之间有可能在现实生活当中充满了冲突，或者说有一些冲突，有一些问题。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是保护彼此的，唯一的一个人，唯一的一个灵魂。对，有很多大天使，有很多指导灵有可能会保护你们，但是其实你们两个的组合是唯一的一种组合，让我感到是灵魂连接的灵魂伴侣组合。当然了，我们可以有很多灵魂伴侣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人他对你，他之于你或你之于他的存在意义是非常特别的。我看到你们两个人其实是会去在关键时刻保护彼此的，而且你们的心灵其实永远对彼此敞开，因此我感觉到的就是在这个关系当中有可能会有一强一弱的一个能量啊，这个也是有的，但是这个关系其实并不完全接近于现实，很多时候是一种梦幻般的连接。再者就是啊，我们可以看到3号和4号牌，或3号和13号牌，有可能一些朋友看到这样的数字会跟你们的比如说生日等等有连接啊，但是从 Starseed 的角度上来说，你们两个人就是出现在彼此生活当中的意义，一定也是在进行一个灵性学习，或者说互相的一种，给对方的能量的一种保护。不管这个人在现实条件里边有没有保护过你，他的存在，他的能量会给你一层保护，会让你有可能存在一些比较。对，就遇见他，你有可能会比较幸运，或他遇见你有可能比较幸运啊，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层能量存在。OK， 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指引牌告诉我们的。我们把卡牌放在这儿，所以很有趣。今天的牌其实能量都很相似，而且也让我感觉到，其实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共通之处，其实是看起来少，但其实蛮多的。还有一些朋友让我觉得，其实你们两个人现在的这个关系吧，有可能会比你们自己的估计更有价值，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关系啊。OK， 那下面呢，我们开始进入下一个环节，我们要进入一个这个关系连接的能量的这个检测环节，或者说我们的验证牌环节吧，看一下大家的能量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们的连接是什么样的，你们的关系是什么样的，或你们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件在关系当中啊，让大家去做一个验证的同时，也帮 Starseed 去了解一下啊，你们两个的能量，帮助等一下的这个解读。Okay, 7 of Wands in reverse, 4 of Swords in reverse。你再抽一张。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的关系，你们在3D 世界的这个能量是怎么样的？我们看到一张啊 ，7 of Cups。有很多人让我觉得你们这个关系好像还没开始呢。对。就是还没有引发呢，比如说这个人和你互相都很想见到彼此，然后现在还没有见到，或者说这个人他是你现在正在去等的和看的一个目标，又或者你是对方的一个目标。我感觉你们两个人在现实生活当中好像都是那种有点开不了口的，在互相去观察的。再者就是这个关系里边会有这么一方是偏向于非常梦幻。我们可以看到 Page of Cups, 7 of Cups, The Devil in reverse。有可能你们两个人之间也是啊，曾经
曾经是情侣或者曾经暧昧关系，然后之间就断了，然后你们两个人互相断了一个阶段之后呢，又会重新再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关系好像一直停留在那种约会呀、互相试探呐、然后冷战一点点呐、然后彼此试探那种阶段里边。因为你们都觉得这个关系好像啊，需要一层现实的状况，但是你们好像又没有办法完全的去确定这个人他是不是能够一直在我身边去保护我的人。再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之间有可能充满了就是充斥着一些嫉妒，充斥着一些互相怀疑，还有就是有可能一些朋友对方有可能有一些选择，或者你有一些选择，会让你觉得在关系里边没有办法完全的去敞开自己。你们有的时候是会用一些障眼法对彼此的，还有就是你们会自动的去给对方制造一种梦境的感觉梦境的感觉。所以其实在对方的眼中，或者说你和对方的眼中吧，这个关系其实是很有潜质的。然后也是就是说你们是有那种让我感觉就是突然的相会，比如说有一个OK，有一个舞会呀，或者说有一个聚会呀，或者说晚上出去喝一杯的时候，突然见到了这样的一个人会感觉他身上有很多魅力点，但同时你们两个人这种关系的发展还处在一个没有办法深层继续的一个状况。Queen of Swords 的逆位，这个关系当中女生能量或者说风象的能量风象是天平、双子、水瓶，有可能进行过拒绝，就对于另外一方曾经拒绝过。再有就是一些人让我感觉到你们两个人现在有可能是那种曾经电光火石的在一起比如说很快的你们就走到了一个亲密的关系的状态，然后你们就会卡在现实里边，到底应该如何去衡量自己在对方事业当中的这种分寸感、地位等等。然后你们有可能也会考虑比如说在同样的一所公司，或者说你们周围有同样的这个朋友圈等等，你们蛮会去考虑，就是这个人的现实价值跟我到底能不能匹配，或者说这个人他是不是完全花心的，能够让我去选择到一个到正缘的地步。所以这边出现了一张Ten of Pentacles， 这边是 Eight of Coins， Eight of Pentacles， 也就是说很多的事情让我感觉到你们是开始的时候就很心动怦然心动，然后你们有可能是双向奔赴的心动，但是你们都没有耐心去扎实这段关系，去更多了解对方，你们都是用猜的，都是用看表面的，所以呢在很多时候你们就会止于此。这边 Two of Cups 逆位我看到很多朋友，其实这个人他和你是一个完全的镜面关系，然后你们两个人其实是完全相似的能量，相等的能量，但是你们两个人现在卡住也是一样的。所以我看到这个人在想起你和感受到你的时候，目前他的状态，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两张牌 Reflection and Rejection 两个圆圈一个叉叉，我觉得其实他既觉得你跟他极其相似，是一个镜面关系吧，这是一个反射镜面关系吧。然后同时这个人也会觉得他想要去拒绝这种跟你镜面关系的连接，他会觉得这种关系让他会怕，而且我们可以看这张牌，就很像是一个人讲不出口他会用一个胶布把自己的嘴巴粘住，所以你们两个人其实有时候有可能没有办法真实的讲出你们的心里话。这跟上一组很像，但上一组的能量和这一组真的是不同。我感觉这一组的朋友，你们两个人之间是存在一些误解的，存在一些误会的，或你们两个人有一些给对方的信息会让对方觉得跟我想的不一样，或者说存在一些我没有办法完全去接受的层面，因此没有办法在深层去更加理解了。我觉得其实你们的关系还在进展和继续因为你们对待彼此的这种兴趣对待彼此的这种喜爱，这种连结其实是很美好的。同时我觉得在美好以外，你们在这个关系里边需要去体验更多，这种体验是如何去构架一个稳定的关系，如何让这个关系除了浪漫以外，因为我觉得真的是蛮浪漫的，除浪漫以外变得更加现实。你们两个人有可能现在还没有聊到这一层，这是我感觉到的。再有就是很多朋友就是你们不愿意再花时间往这一层去走了，你们会觉得这个人应该是会让我就是说他会让我开心喜悦，然后我也是喜爱这个人的，对，或者说你会觉得你们两个人是互相吸引的，但同时你们就是 the Hierophant in reverse， 对，你们缺乏在关系里边能够去共同承诺的部分。好，这就是验证牌的部分然后有些朋友，我觉得如果你们感觉到这个能量是你们的，那有可能你们就可以继续听下去还有一些朋友有可能你们会觉得不太一样，那有可能你们可以去选择其他的两组。
所以说如果是在稳定关系当中的话，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这种稳定关系有可能是好，你是我的男朋友、女朋友OK boyfriend girlfriend，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就很像是那种我们可以相聚在一起就非常浪漫，然后我们会有很多那种比如在外界看来就是男才女貌啊、神仙眷侣的部分，但很多时候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会把这个关系只放在这样的一个层面啊，就是很像是我的一个梦想实现。但是再往现实条件去讲，理性的去看待这个关系，如何去沟通啊，然后你们两个人的那种能量上的对，比如说产生的共振呢，有的时候是不同频的。所以我觉得其实特别是女生朋友来看这一组，你很在乎的就是承诺性的关系，但对方在乎的是你们两个之间的这种浪漫，对，这种打破常规的新型连接。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们两个人之间有很大的一个就是说在关系里边的期望值不一样，你们两个关系的这个目的点不一样，所以才让你们的关系好像是没有办法完全打开一个局面。这关系里边同样也有那种年下恋情啊，然后我感觉有可能一部分的朋友这是一个暧昧对象，然后你拒绝完他，但他对你呢就是感觉深情款款的，或者说会给你释放很多那种美丽的信号，让你觉得好像这个人你可以去关注他更多，但同时你也会觉得有这么一丝就是说不对劲，这种不对劲来源于哪里呢？你很怀疑他对待你的这种兴趣就是来源于一种身体上的吸引力啊，然后你会怀疑他是不是真诚的，所以你会觉得跟他的关系好像不具备一个长期发展的潜质啊，所以一些朋友可能拒绝过，或者说你们只是简单的去 dating 啊，有可能是这种 dating 的关系啊，互相去约会的关系也是有的，但你们的灵魂深层次来讲，我觉得这个人他会觉得你好像在拒绝他，对，这个拒绝我觉得是来自于看牌的朋友的，不管男生女生，尤其是女生朋友能量，尤其是风象能量，你们是拒绝方的。然后这个牌里边的刚刚所出现这个星座的讯号，我们要先看一下啊。OK， 风象星座水瓶、双子、天平啊，我们刚刚讲过，然后有这个水象星座的巨蟹、双鱼、天蝎，还有这个摩羯座比较明显一点。然后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之间感觉就是谁都不想更追谁多一点呢，然后有可能你们在自己的世界里边都是那种就是说王子公主啊，然后你们两个人其实会觉得跟对方的能量场对，或者说你们的外形超级匹配的条件超级匹配的，但是就是由于这样的一种状态，你们却很难以往前认真的再走一步啊。 OK， 我们看一下对方他想到你是如何的。 OK， King of Wands，The Chariot， Ten of Pentacles， Devil in Reverse， 这边也出现了 Devil in Reverse，逆位的恶魔牌 Third of Wands。 还有些朋友你们的关系里边有一个是极其保护对方的，就是还要去补充一点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reflection and protection，一方极其想保护另外一方，然后这会形成一个镜面关系，让你们两个人在这个关系当中呢，总是想要去充当一个救世主的一个角色，无论男生女生都会。所以我觉得在关系里边，有的时候你们缺乏一种平衡。Seven of Wands， 尤其是男性能量啊，这个 Divine Masculine 或者说阳性能量在这一组里边啊，不同族群的朋友可以自己去对照一下，很难以去打开一种真正的争取或真正的那种积极，就总会让人觉得在这个关系当中，好像是很多东西是停留在言语上，但是从实际面上来看的话，又欠缺很多，就这个关系感觉是有漏洞的。然后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之间呢，就是对方的想法是，他会觉得跟你之间应该是可以慢慢来的，而且他对你是有热情的，但他在你面前就是没有办法拿出那种积极主动性。你们两个人有可能之前度过了一段就是彼此超级互相吸引的超级频繁的约会，或者说电光火石的一个阶段的连接，然后现在这个关系渐渐的流于了那种情感连接和平淡。更多时候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之间有可能因为工作呀、家庭啊种种的不同会产生一些争论，然后对方的想法里边他也会觉得跟你之间其实是需要更多深层次的互相理解的、互相了解的，他也愿意去互相理解和互相了解，但是有可能一部分的朋友你们自己本身就缺乏一定的耐性，这也让对方跟你一样，因为你们两个人是相互的一个镜子去反射彼此。
在它的这种底轮和脐轮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rejection 是这样的一个颜色啊，他会觉得跟你好像在能量的匹配上来讲，多少就会有一种目标不一致的感觉，所以他会真正的，比如说从这种身体的吸引啊，和第一眼，比如说我外表上的吸引等等啊，比如这个人的外形是我一见钟情的，从这种吸引渐渐走下来之后，因为这边 devil 是 reverse 逆位的，他会觉得谈到现实的话，他自己就不知道该如何去往前走了。所以我觉得吸引是真的被吸引，但是同时他也会觉得，在跟你之间的关系去深化的这个过程里边是存在很强烈的现实阻碍的。也有可能一部分朋友你们的比如说家庭啊、宗教的背景啊，然后你们所处的这种工作环境啊，是很难往一起去融合的。所以我看到这个 Seven 的 Wands 的逆位和 Devil 的逆位，让我感觉到他有种无力感，他有一种就是想要争取，对，想要争取，就是我不能说就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啊，就是食之是有味的，但是他又会觉得稍微差了那么一点条件啊，就是让他有一个理由真正的去争取什么，但同时他不想放弃，所以我觉得他现在想到你很纠结，非常的纠结，这样的一种状态。最近如果你们两个人曾经有过这种意见的不合，或者说曾经就现在在冷战吧，我觉得这个人现在还在纠结当中。还有就是他从自己的这种理性判断当中是下不来的，他很多时候是会固执在自己的想法里边，比如说单纯的就会觉得我们没有未来呀，他就会一直想啊是没有未来的，因为他没有想过如何去真正的突破一些障碍。还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他可以给你很多浪漫，但是一旦谈到非常现实的问题的时候，特别是你很主动的去戳破一些问题的时候，你们两个人就会产生一些意见上的争端，而这种争端是无解的，就不是说谁更有理智谁的话更有道理，这个事情就有解，而是你们两个人到底谁能够真正的就是拿出更多的爱和包容给对方。我觉得这个牌里边其实你们两个人对于彼此的爱和包容，我觉得爱是有的，但包容是真的不够啊，所以这种镜面关系才会让你们有一种僵持不下的感觉。如果曾经你在对方比较关键的时刻啊，就是帮助过对方，或者说曾经为他讲过话呀，曾经安慰过他呀，他就会觉得其实跟你之间有挺多能谈的，但是其实是你们两个人真实的想法是啊，我们可以一直谈话，可以一直交流，你们两个有可能会发很多简讯，就是蛮有话题的，蛮有话题，但是这个话题的深入，就是一旦到了一个点，比如说啊，我们1到10分这个话题我们要深到10度的话，到了我们这个灵魂，比如说我们两个人之间灵魂连接那个高度啊，你们两个人的这个话题永远都在4到5度就停止了。只是谈一些比如工作啊、天气啊、心情啊、阻碍呀，或者说遇见的人事物啊，就停止了。那其实他知道你是那种很想要去帮助他，很想去理解他的人，但同时他也很想有一片自己自由的天空。因此我看到其实在这个关系当中，如果你是一个就是偏向于比较感性，然后会去很多理解对方的人，那对方其实会觉得啊，他知道你是一个比如说内心柔软，或者说很多时候会去感同身受对方想法的，或反过来讲，对方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啦。比如当你展现出你的柔弱面的时候，对方也一样。展现出你的悲伤，比如说，哎，我曾经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我的家庭曾经有过什么样的一些改变，等等等等，他是可以陪你去感同身受的人，这个人可以陪你去共苦。但是如果你们两个人想要同甘的话，就是一起去体验那个关系里的甜，有的时候是缺乏了那么一点点的契机和调味剂。因为有可能关于你们两个人之间真正能够去往前走的部分，关于未来的挑战的部分，你们没有达成共识，而这个人他一心一意的，或者说单纯的，或者说固执的认为，有可能未来这件事情缺乏一点现实条件，他内心当中是那种固执己见的。如果这个人跟你断联了，之前也是因为这个断联的话，现在他的心意还没有改变。然后这个人是一个太阳巨蟹4宫啊，不管男生女生 protection， 他是一个很顾家，或者说很保护原生家庭的人，或者说他自己有他自己的领域，自己有自己的那个内心世界，就蛮护着自己的。所以很多时候这个关系也在于挑战你们给彼此的安全感，还有就是浪漫热烈的恋情以外，能够在捍卫感情里啊，特别是家庭里啊，就是拿出多少能量。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有可能是有一方在寻找正缘，想要定下来，急切要定下来，另外一方是觉得我还好还好，所以他会觉得，如果我只想跟你约会的话，你会拒绝我，对吗？他肯定是会在这个状态之下产生一种退避的想法，因为他确实没有去，就像我们刚刚所看到的。Hermit in reverse 对吧？Hierophant in reverse 啊，逆位的教皇牌告诉我们的这个能量就是他没有想到，或者说还没有到那个机会和时间点要去承诺，因此你们两个人有可能卡在承诺关系这件事上啊。我们再看一下他如何想到你。哎呦，冥王星的摩羯12宫啊。我们这边也看到了 Devil， 就是说有很多摩羯座的朋友来到这一组嘛，摩羯配巨蟹啊，然后这种火象星座的人，土象星座也出现了，天蝎座、双鱼座，然后你们两个人性格不一样了，你们两个人有可能是一个水一个土啊，一个水一个火，OK。一个风一个水的，总之你们两个人的性格真的不一样。然后这个人他和你是互补的，因为互补所以产生镜面。为什么？大家可以看到镜面其实他们两个圆完全是相反的，所以你们两个合在一起才是一个正圆，对吧？但是你们两个人会把自己那个伪装和保护的部分拿给彼此，然后就相斥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牌就很明显在讲这件事情。所以我感觉到啊，你们两个人之间其实是互相吸引，但同时呢，往一个就是说会把很多那种感情里的苦啊，然后感情里的这种求而不得呀，就压抑在内心深处。特别是如果你们是处在同一个职场，或者正在为了职业而奋斗的话，你们总会把工作和家庭放在自己的第一位。比如说我的父母亲，然后我的原生家庭的家人，还有就是我的事业 ，OK， 我的长官，然后我的同事，我要放在第一位的。所以你们的关系里面，另外一个人总会觉得我是次要的，或者说我好像在这个关系里边没有你有那种保护欲呀，或者说竞争欲呀，或者说担当和责任心啊，我好像总是在你面前差一点。因此，我觉得其实你们两个人不管年龄是怎么样的，总有那么一个人内心不太成熟，偏向于男性能量会这样，内心不够成熟，然后。我看到的是这种不成熟，不是因为他这个人不能成熟，而是他其实也有他自己我们说固执的地方吧。所以他认为什么样的一个判断是合理，他才会合理。如果他在这个判断之前已经下了某一种定义的话，那他只能给到你一些很浪漫的东西，那他就给你这些浪漫的东西。所以他也有一些想要去装傻，然后在关系里边去保护的层面，也就是说他想要去装傻去维护这个感情。有的时候他这种装傻是会激怒你的，特别是女生朋友，你们是风象啊，或是土象之类的这种感觉啊。OK。好，然后我们下面往下分析啊，看一下这个人他未来会有什么样的行动呢？一些朋友觉得你们两个人没有断联，但是你们两个人就哪怕相处了，也会因为那个承诺啊，因为家庭啊，或者是彼此家人之间的关系啊，工作的关系，有那种对冲的感觉。就有的时候你们是意见难和谐的，还有些人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就是在那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啊。暧昧关系之前就止足不前了，然后你们就会持续的把自己的这个能量场给拿出来，最大能量拿出来。其实你们两个的关系的关键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张牌，然后这边说的是个 protection 啊，保护，谁保护谁呀？到底在这个关系里边谁强谁弱？这个是你们两个人要去做一层判断的，又或者是啊。就是我们没有说一些很极端的情况，但又或者是，如果你们关系里边有一个人是很需要帮助的，很需要保护的人，有可能这个关系才能形成一种平衡。好，看一下未来的行动。这边出现一张 King of Pentacles， 这边也出现了啊，金币的国王牌。我们看他要干嘛？这是成功的商务人士吗？还带着一个，好了，OK， 好吧，带着手表 ，OK。Sun in reverse. Okay, the Death. 行动指数非常的卡啊 ，Three of Swords。首先，如果是女生朋友来看这一组的话，对方会觉得自己是受伤那个人啊。如果大家听到了之后，有可能会蛮生气的啊。他会觉得自己受伤那个人，但是你们两个的关系呢，有可能会在他的成熟渐渐到来之后变得明朗一些。我觉得这个人他其实有回来争取的指数啦，但是就是很慢。
而且这个人的争取是从沟通开始啊，就是啊问一下好不好呀，然后一点点重新变朋友啊，变朋友之后又偶尔出来约会啊，这种状况。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他有可能在现在是8月末对吧？就是3个月之后啊，3个月之后，晚一点的朋友是半年之后，明年的春天他会回来。OK。明年春天指的是1月以后啊，就早一点的话，给大家标记一下这样的时间。然后当下看这个占卜的话，就是今年的11月到明年的1月或4月之间，这个人会回来，然后他速度超慢，还有就是他有可能很耐心，在暗中观察一个最对的时间，然后来满足你。我觉得有可能他在看你的一些弱点，比如说你最近是不是伤心啦，你最近是不是工作比较辛苦啊，然后恰好他在那个时候是在关注你，而且有情感需求的，所以他会重新回到你的世界，然后我觉得速度非常的慢。还有一些朋友，我觉得如果你等他的话，Queen of Pentacles， 我的天呐 ，Seven of Wands 这边那个权杖7号已经出现3次了啊，逆位的，谁都不主动，然后你们两个人定在原地啊，一个金币国王，一个金币皇后，你们要干嘛？然后你们两个人，我觉得谁都有可能先主动，谁先主动了，你们就会回到彼此的世界当中。如果谁都不主动的话，你们就会一直保持一个僵持的状态，有可能是短则几星期啊，就是一些朋友有可能关系比较密切就几天，然后长则几个月，有一些朋友长年累月的啊，就是说在这种比如说我是商务男士，我是我自己的金币皇后，我是商务女士这种状态里边，然后达到一种关系的平衡和制约。所以其实你们两个人的连结还是存在，我感觉复联的可能性和几率还是很大的。如果说修成正果，比如现在我们在暧昧，然后我们两个在恋爱，然后看这个关系能不能再进一步的话，会的。我给的答案是 yes， 但是你需要给这个人时间去催化他的能量，然后他来的很慢，一定要这样去讲，你一定要有耐心，然后宇宙也在去给你一个机会去考验你的耐心，或者锻炼你的耐心。然后在这个阶段里面，我觉得最后你得到的结果是你会满意的，因为这边我们看看 Nine of Cups 啊，圣杯的9号，大家看了一颗爱心，然后9个圣杯，你会满意，但是我觉得你心里边多少会有一点，就是说你会有一点碎碎念啦，你总会觉得就是为什么来的这么慢呢？或者说其实这个事情早就应该两个人走得更好，但是为什么这个时候才可以？对，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小抱怨、小嘀咕啊，因为我觉得对方蛮玻璃心的啊，他是那种就是特别是男生朋友来看这一组，就是我刚才讲的是女生的能量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说男生的朋友这边，我觉得他蛮玻璃心，他需要花时间去给自己做一个逻辑的通顺，他要逻辑自洽。比如说，哎，这个人我可以去争取他，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他对我很好，然后因为之前也是我想错了，或者他需要让自己再成熟一点啦。所以这个时间和契机，我觉得有可能会晚一点，但是我觉得结果是好的，就宇宙会让你取得一个你满意的结果。而且是在你们两个都成熟和丰盛了之后啊，内在成熟和丰盛，所以说我们看到是 Queen of Pentacles and King of Pentacles 一对，好，你们两个就是一对，你们两个其实是让我感觉到挺灵魂伴侣的一对，但是现在有可能有一个人的灵魂或你们两个人的灵魂方向不一样，所以你们两个人就在走这个岔路口，因此呢，有一个人要拒绝另外一方，或者在内心里边是拒绝这个感情带给自己的冲击的，然后这个牌里边，我觉得有正缘指数啊，就是正缘指数还是较高的。但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真的是把这个时间交给宇宙啊，去等这个 divine timing，perfect timing， 好吧？OK， 我们最后再看这张牌啊，对方想起你，我们可以看到一张 good luck。你是他的好运，然后抽到这张牌的朋友，在之前当然占卜也有过，会有好运降临，然后你们周围有动物指导灵在帮你们去摘取好运带到你们的世界当中。你们本身我觉得就跟这种猫系动物蛮有缘分，如果养猫的话，然后它就是你的幸运星星，然后你是对方的幸运星星，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在彼此的世界当中是。我觉得是契合的，然后也是需要彼此，就这种彼此需要能量，我觉得蛮强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对方他是需要你，然后他也需要你的肩膀，或者说你也需要他的肩膀，可以这样讲啊。未来这半年当中你会有好消息啊，我觉得很多人事业上和财运上的好消息啊，对方有可能也在等他的好消息，然后他才会走到你身边，好吧？OK， 那我们最后要抽一下这个牌，看一下你们的关系发展方向是什么样的。
好，第一张是什么 ？Great fortune。所以说我们刚刚所说啊 ，Good luck。大家可以看到啊。幸运已经来了啊！很多朋友，你们的幸运是从财富开始的，或者说你们如果在等 offer 啊，然后你在等一个比如说你们在走一个法律流程啊，等一个裁判判决呀，或者说你们想要去争取一下，就是说个人利益。有一些朋友有可能你们在 OK 一些朋友啊，个别朋友，如果你们有这件事情的话，在离婚啊、走程序之类的啊，你们会得到好运，会得到宇宙给你们的帮助啊，好吗？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什么。然后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好像在各忙各的事情啊，各有各的就是那个 focus 的点。就有些人有可能他是一个律师嘛，他是一个正在去等待机会的人，然后他有可能对，比如之前的一个阶段里边，哇，这个人怎么对金钱这么执着呀？特别是男生朋友对金钱很执着的一个人，他有可能之前投资不利，然后一部分的钱被投资方卷走了，或者说他现在会觉得自己处在一个没有工作，然后或者说没有机会，然后他希望幸运女神来眷顾他，给他光芒嘛。然后当下他有可能确实是遇见了一些难搞的事情，或者是人生里面出现了一些他不得不去经历的这种业力的环节，比如说他就丧失了一部分的财产，他丧失了一部分的资源，他需要去重新的拿出正义啊，寻找他人生中的正义等等。这个人他会有那个财运，我不知道你们两个人都会有财运啊。未来的一个阶段里边啊，就是萦绕在你们周围的是金钱这件事情的解决，才会让他真正的觉得自己是一个成功人士啊，好吗？然后是男生朋友的话，其实你们要先解决的也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这是你们深层在感情里边那种自我价值的认定的问题。所以我看到的就是community OK， 你们有可能是真正彼此的这种灵魂的家人，然后他有可能也是蛮希望自己能够在过了这个阶段，怎么有这么多关于法务的问题，有可能有些朋友你们在办移民啊，然后在办一些公司啊，然后再走一些法律程序，总之这件事情才会让他成为一个 OK wealthy man OK with sudden wealth。 所以说我觉得啊，就是说你放对方去赚钱吧。如果是女生朋友来看这一组的话，或放对方去赚钱吧，这是他的执着。如果是男生朋友的话，我觉得你需要先让自己就是搞定自己目前的状态，你会更有自信，游刃有余的去争取爱情，好吗？好的，然后最后我们看一下啊，这个牌的朋友真的是很有趣，好。还有就是我觉得你们的结果是好的，这是最好的。还有就当下如果你们在找工作的话，你们会有好 offer， 然后可能薪资待遇是超过你们预期的这种好 offer， 然后事业来了，我觉得感情才会跟着来，好吗？看一下宇宙的建议指引，今天我们抽到的是51号的水星逆行，Mercury retrograde reinventation， 再一次的邀请啊，这水星逆行大家也理解啊，就是9月9号开始啊，我们今年2022年的水星逆行第3次就开始了，在处女，处女天平的水星逆行已经来了。这个人如果和你断联了，水星逆行阶段他肯定会回来的。我看到这个人他和你复联了，或者说突然跟你讲话了，然后你们两个人会重新联络的。我觉得这个人他会给你带来一些消息，然后他有可能会跟你碎碎念他目前的这种生活状态、工作状态之类的。然后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契机，一切都交给宇宙啊。我们看到这个数字是51号、6号等等，一切都交给宇宙。再者就是你们完全可以把耐心给自己，把能量给自己。当你们自己成为了自己的保护者的话，我觉得对方也会朝着能量来走来。还有一些朋友，我觉得你是对方的好运，这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因此我觉得这个人他自己也会有这个感知，走向你才会拥有一层幸运加持吧，或者说他自己哪怕在内心深层次是拒绝的，但是他也会觉得跟你之间这种连接才是比较真实的，就是能够让他在兜兜转转之后真正的理解到谁才是他人生当中最有就最给他能量、最给他保护及最有价值的人。他之前有可能一段时间都没有想清楚这个问题，你们在互相误解，但是我觉得这次水星逆行有可能会让你们重新考虑一些问题啊，就真是重新考虑。因为今天我们这边也看到了一张 OK 类似于 Judgment 这样的一个卡牌啊。好，我们看一下天使跟我们讲什么。他会重新判断跟你们的关系的。这怎么啦？这个牌的朋友啊
attraction， 首先你有很强烈的一个吸引力，然后会吸引感情到你的世界当中，所以呢，你一定要相信你的成熟和绽放会把对方吸引到世界里边。你是很有显化能量的一个人，而且你的外形和你整个人的频率是对方非常喜欢的。第二点就是工作和事业、金钱方面是非常大的一个要素啊，所以这件事情有可能会关系到你们的感情怎么运行，因为你们是这个金币国王、金币皇后嘛，所以还是先搞定自己的事业问题啊。第三点，还有就是学业也算啊，或者充实自己吧，让你们自己去做些喜欢的事情啊，然后去做那些让自己觉得有美有爱的事情，比如说看电影啊，然后充实自己啊，然后锻炼身材呀，或者说打扮自己，全部都算。还有天使说 keep an open mind， 也就是说你现在和你的 soul mate 有可能在不一样这个 level 上面，你和他的认知点是不同的，所以你要调整你自己的一个判断和期待值。你越是跟对方互相了解，你越会发现他和你想的不一样，但是你接纳那个度其实是会打开的，并不是说你在接纳一个坏人，或者说一个不好的能量，或者说我要接受一个人渣，并不是这样的。你在接受的是你去调整你的预期。这个人他是你的 soul mate， 我觉得他是的。他也会在水晶逆行时候回来，但是你会发现其实他的不好，那些你接受不了的东西，有可能也是你正在去调整的部分呢。我们不能说去包容他的就是缺点，所有的缺点，但是一部分有可能你要分开去看，好吗？因为他就是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啊，我没有办法去改变对方。好，你们两个人都很固执啊，这样去讲啊，就是固执配固执的一个组合，好吧？好，我们看一下天使又给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好，哎呦，OK， 天使说 You know what to do。大天使说啊 Trust your inner knowledge and act upon it without delay。你知道你该做什么。我觉得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有自己的那种想做的事情了，你的事业呀，你的人生啊，所以天使知道啊，你想要去做的事情一定是可以，也就是你的人生方向，也就是你的人生使命和轨迹，你就应该往前去做。还有就是，这是你内心当中真正的智慧的体现啊，这是你的前世，你整个灵魂里边的智慧。所以说，当你真正的去行动，没有延迟的去行动，有些朋友有可能多少啊，不管男生女生，你们都有点拖延，并不是说你们没有行动能力，或者你是失误缠身，或者说一个人行动能力很强，然后对方行动能力不够，不管他的行动能力是什么样的啊，我们去把我们的事情做好，这是宇宙和天使给我们的。一些朋友我觉得你们有可能是对一部分朋友，你们是教职工作，或者说你们有可能是要教人啊，要去学习啊，这个阶段对你们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去吸收的阶段。还有一些人，你们有可能就是做金融啊，然后做生意啊，然后或者是就是任何类型的工作。但是不管怎么样，天使在告诉你的就是你可以去成为你想成为的人，在那个时候你和对方才会成为彼此的幸运，而不是去让我们两个人都比较累的一个能量，好吧？好的，那今天的第3组我们也就解释完了，然后希望能够在这套卡牌当中帮助到大家，然后最希望的就是大家能够在未来一个阶段都调整好自己，因为现在也出现了这种5星逆行啊，很多行星都在逆行，然后马上也要迎来水星逆行了，这是一个我们每个人都很不容易的阶段，然后希望大家也可以照顾好自己的身心灵状态，调整好我们自己，好吧？然后今天我们的连结就到这里了，感恩大家，让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